这速度和他第一次看我的眼神一样，让人心跳失速。任由他带着我到处冲，这也许是这段故事的开始。痛哦！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我就狠狠地撞进了他的世界。那一刻，我好希望这一撞能够停留久一点。哎，对不起，同学，不好意思，打到还会痛吗？拍谁？每天和他朝夕相处，他跳起来的瞬间，我也跟着飞，跟着冲。他笑了，我的世界也就亮了。也许他心里知道，其实我们早已慢慢习惯了彼此。那你嗨，你们来练球哦？对啊，那怎么就2个而已？不会无聊吗？因为有他。好吧，也是。再一次。哎，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No mind 啦，我们不必完全相同，只要我们愿意调整步调，就能接住，一起往前走。那我们一起加油吧。哎，走吧，我们继续吧。同学，不好意思，打到还会痛吗？拍谁？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有多少挑战，但我知道，只要不放弃，勇往直前，就不怕迷路。一起加油吧！因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想去的方向。那你们呢？哎，好吧，我们继续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是9月14号，礼拜天的上午9点20。我们今天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体育馆林口校区的体育馆，将为各位观众朋友带来今年第五届全国格西亚杯的排球锦标赛的现场哦。那在今天的赛程已经进入到第2周的赛事了。那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呢，准备为各位观众朋友带来的是女子组的附决赛的赛事喽。那在今天的转播服务工作是由我主播赵人员已经邀请到的是专业的讲评邱龙斌邱教练，跟我们一起来欣赏比赛。教练早安！大家早安。那刚才也提到，在今天的比赛是已经进入到了女子组的第2天的赛程哦。在昨天的比赛是这个预赛阶段，大家都打得如火如荼哦，非常的精彩。对，总共有18支的队伍，然后在经过了第1天的预赛阶段之后呢，所有进入到了复赛12支的队伍将会在今天来产出今年第5届格西亚杯女子组的冠军哦。是。那赛程其实也是相当的密集跟紧凑，对。所以在今天的第1场比赛，准备要为观众朋友带来的是在昨天2支队伍都是在小组第2名的这个姿态进入到复赛哦，是由丰裕科技对上的是弘毅橡胶的赛事。是。那虽然赛程很密集，不过在一早就看到，其实选手们都很早到体育场来这边进行这个暖身的准备。没错，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啊！哎，因为这个黑虎旗杯的比赛啊，就越来越多届了。
对，大家也慢慢就是在遗嘱当中啊，慢慢成立，变成有一股力量嘛。对，其实透过主办单位这边的宣传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比赛当中，这报队的队伍是相当踊跃。听说还不到半天的时间，这个报名的队伍都已经额满了。没错，而且有些队伍想要参加，可能来不及啊。是按的时间比较慢啊，所以说就比较，就必须要等到明年呢，或者说下一次的比赛才有办法再参加。那我想主办单位其实都很用心哦，希望把格西亚杯的这个比赛越做越大，当然会希望邀请台湾更多的遗嘱或是业余的选手来参加这场这个精彩的比赛。真的没错，因为总是希望这个终身的运动嘛，让它这样子一直推展下去。你没有底下没有基层的运动推展起来的话，我相信未来的甲组，对不对？很难成立。也就是说，像现在目前的职业棒球队，你看我们现在的那么热络，底下的基础的棒球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很多都有热忱的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个比赛的队伍深度要向下扎根哦，因为在台湾目前是有这个企业排球的联赛哦，当然要支持这个企业排球联赛，我们当然也会希望在这个业余甚至基层的比赛当中呢，越办越大哦，可以透过这个比赛当中去挖掘更多的排球新星哦，往上来做比赛。对，没错。好，那今天的转播的服务工作，除了在这个 Hasbro 以及动视 YouTube 的直播之外，我们同时也会在全球运动产业整合交流协会的脸书粉丝团也同样的带来直播的服务，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假日还不方便来到林口校区这边来观赏比赛的话，透过线上的转播也是一个参与这个精彩赛事非常重要的一环。没错，欣赏比赛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最美的一个方式啊。是，对，而且看到球场上他们的拼劲啊，我觉得这都是相对的一个带动啊，这种永不放弃啊，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精神，我相信都会带动到大家的一些那个态度啊。对，其实赛前我也看到邱荣斌教练哦，在跟场下的选手也有在做一些简单的交流。我看到你们身上穿的衣服好像是同一队的，所以可以来介绍一下刚刚在这个交流的队伍当中有什么过程跟故事？因为刚才那几位是我之前也是在美国学校就是兼差当外聘教练的时候，他们最早一届的，那两个选手呢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手，一个选手是从打中间转任为举球的，而且现在的举球他们现在都已经大4了，是，而且在美国读书，那因为现在放假回来就是打他们的球队，所以说刚好认识，那也是被我带过。那他们那一年，我第一年接触他们的时候，从基础开始练习，一直队形，到他们打他们的国际的阿亚斯杯。就是第一次拿到冠军，所以说他们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感情。对，而且他们是非常耐操吃苦的那个团队。对。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有同时2个场地在做比赛哦，因为赛程其实还蛮多的哦，所以必须要开2个场地来做这个赛程的消化。是。所以对面的场地是蒙内帕排球跟快乐小狗这组的比赛，待会这2组的胜队友将会来到我们这个电视转播的场地来进行赛事。是。所以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邱教练支持的队伍，这个感情比较好的选手队伍，待会可以获胜哦，来到我们这个转播场地来进行待会的8强赛。OK， 期待，非常期待。好，那在我们的转播的场地当中，准备要来进行的赛事，刚刚有提到的是这个12强的复赛哦。因为这次的赛制比较特别，它是总共有18支队伍，有12支进入到复赛，所以在这个签表的部分呢，会有这长短签的差别。是。所以在前面的2场比赛都是短签的队伍，都是在昨天的预赛当中是拿到第2名的队伍，要在今天来进行一个单败淘汰赛的赛事。对，所以说压力是非常大，输了就准备回家了。对，大家都不想今天早上9点多这么早来，只打1场比赛就回去。没错。然后画面上看到的穿着黑色的球衣哦，这边是弘毅橡胶，在画面的右侧。那待会在画面的左侧穿着雪蓝色球衣是丰裕科技。好，比赛一开始这边是有人员上的调整哦。对。
他们换自由球员，是对自由球员。好，这场比赛开始了，丰裕科技先发球。打到后排。哇，两边的都来回啊。对，在低球来回蛮多次的哦。是。没有找到适当的攻击，再把球打回给弘毅。跳球，好球。这一球来回真的是相当多哦。对，大家还在热身当中啊，刚开始还在适应大家的球路。这跟前几次的比赛我们看到在第一场的赛事都是一样哦，因为可能大家一早起来还没有完全的暖身完毕，所以都会互相的来这种比较低强度的攻击来试探对方哦。是。4号位。哇，这球打的界外。太大力了、哦，对，没错。1-1的平手。到位了，4号位。这球被拦网下来，可惜啊！对，弘毅的张玉慧这球想要在左边发动攻击，最后是挂网。是。那今天弘毅的选手来讲，名单虽然是登录10位的选手，不过可以看到在这个预备席当中只有2位的预备选手，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是有8人来应战哦。在选手的调度上面来讲，可能会稍微吃紧一点。对。哇，也是一样，想要来做对角的攻击，出界了。是。2-2，双方平手。拦网下来，弘毅还是主导的攻势。对，中间，哎呀，还是打得太深了。对，8包球打得太长了。3号的蔡静怡，真的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双方还是在试感觉。对，没错。所以看到在弘毅有几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攻击，但是都还是想要来尝试打深看看能不能来打到最底角。2号位都太靠网了，球都太靠网。对。对于丰裕来讲，这边要来想办法来把这个可能举球跟攻击的选手位置再稍微拉大一点，再调整一下。他举球的位置有的时候太贴网，所以他不好攻击。对。好球。打到后排。没挂，对，这球攻击挂网，郑庭娟，感觉在起跳的时机方面来讲没有抓好哦。对，突击，来吊球。两边在这一球打的都是有点急躁了一点。哇，这球打下去之后，虽然是拦网拦到了，但是后面的这个救球的选手没有办法把球给拖起来。是。继续是由郑庭娟发球，中间，好球，这球打得相当有力道哦。是。双方在今天的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其实都还是蛮焦灼的哦。对。就看看他们要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攻击的一个重点哦。是。对，现在慢慢的找出来，看今天的谁的手风最顺。中间，哎呦，这球漂亮。对，好球。18号的徐经纬。
可以看到两边的选手其实都有一些基本的观念跟技巧，对，但主要都是看在实战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办法有临场的发挥100%的状态。对对对，没错。哇，发球失误挂网。只是说，主要是把他自己的基本的东西先做。是。对。那当然还有这个得分的连续哦，因为现在双方都是你1分我1分的来进行。对。只要是有这个连续得分的情况产生的话，就很有可能在这场比赛占有比较高的优势。没错，没错。说到连续得分，在红玉这边，终于是在这场比赛是拉开了最大分差，并且是2分的领先了。来，后排，哎，后面，来，修正，红玉的机会，修正，中间，好球。打后排，当然这球没有办法来得分。丰裕拦到了，可惜了。啊，红衣的前排哦。对。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那个拦网的手啊，太离网了，应该要贴网一点。中间，拦到还有。救起来之后没有攻击的机会，打后排。来，中间手到了，好球，直线吊球，再来一颗，还是一样，双方在这一球的攻防来讲很精彩哦。哇，来回波很多啊。是。对，所以说。一般来讲，哎，这样子遗嘱的这样子啊，就防守啊，真的很黏呐，哎，非常的黏。当然，这个来回比较多次的对决当中，也是非常考验选手的体力。体力，没错，没错。而且他们一般来讲，上班族的话，我觉得体力消耗比较大一点。是。哇，刘宝琦也是在左侧的位置来打一个这个斜线球，是抽球。可以看到今天这场比赛的丰裕11号的刘宝琦已经在这个位置至少拿到了2分了。来，3号，好球。也是一样，发力太大了，太斜了。两边的球员，我在目前的观察看到都比较常打这种比较深的斜线球，主要都是在两队的选手前排的拦网上面来讲，在这场比赛都是有相当的水准。对，他们要避开那个拦网的部分，你看，哎，要避开它。所以在场上的选手也是要来实时的观察场上的状况哦。是。3号的蔡静怡。还有，没有机会的，再交给红玉，又打回去了。后排，2号位攻击，哎，哇，哎呦 ，lucky ball， 打到挂网，弹到网带之后，弹到对面的场地去，对，这太 lucky 了。现在双方又回到了平手，9比9了。是。现在轮到的是丰裕的刘宝琦发球，这球是直接 S 得分哦，界内，好厉害！丰裕科技现在又要回了领先。中间，好，4号位，抽球。哎呦，哇，在红衣这边也是想要用同样的招式来对付丰裕，但这球挂网收场了。是，举球举的位置没有到位。
攻击手会比较辛苦一点。是，对。哎呦，太靠了！红玉这球救回来之后，哇，想要也是用一个戳球，但是没有戳过去。是。11比10。中间闪，哎，好球！哎呦，想要打后排，但这球又打喷了。对，没有抓到时间。丰裕12号的曾子清要来发球，接得到，好球！来，2号位没有打到。拦得漂亮！拦网回来之后还救回来。好赛！第2次的攻击，这球邱思涵也是发力太大了，所以打出了界外。没错。吊球，这球好。哇，这球是拦网，但没有拦成功。是12比12。双方还是处在一个非常焦灼的分数。哎呦，邱思涵这一球是有点误判的球的轨迹，所以在跳起来的时候有点感觉好像找不到球落点了，所以最后放弃了进攻。是没有包到手掌。对，不过反而是挂网，所以现在场边是有暂停的出现。是。那红玉橡胶现在13比12，1分的领先。对。其实两边的选手从刚刚这一局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技术其实还是可以更好，但是还没有100%的融入到比赛的状况。可能假日吧，假日大家还在休息状态，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比赛状态。对。但对于在社会人士来讲，如果要来从事比赛，都是需要这种牺牲假日的休息时间来比赛。没错，而且平常他们练习时间也少。对啊。但我想这就是一个选手，一个一般的观众对于运动的喜好，所以愿意会花时间，利用假日的时间投入在自己喜欢的比赛当中。没错。哇，这个教练得分了，对吧？教练得分，干扰到发球。3比13，中间好球，哎呦，拦得漂亮！拦网下来，拦网得分。对，徐经纬哇，在这个球网的中间跳起来，直接拦网下扣。是。好，几个。哎呦，打后排。相当漂亮，对，带着瞄准心的打，没有人。好，这一分是由郭佩如在左侧的位置打后排得分。4号位，哎呦，想要做个拦网，但是应该是有碰到手指了。对，界内。因为双方都是在这种1-2分差之中在跳动哦，因为到了比赛的后段，其实双方的压力都越来越大哦。是，不仅是这个落后的方压力大，领先方也是会有压力的哦。对，分数太接近了。打到后排救回来，哇，来看一下，交给11号的宝琦。没错，打得很准的。那又是打后排这个底线的这个点哦。对，没有人的位置啊。
哇，小童在这个时候也是打后排，成功的拿到了这一分，这分相当的重要哦。然后避免丰裕的领先的优势越扩越大。吊球，好，举球，好球，好球，好球。16-16，非常的接近了。好，继续轮到弘毅的发球。哎呦，突袭，结果没有。这一球的打法其实是相当的有想法，但是最后执行的方面，就是落点有点不太理想。对，弄太长了。举球给侧翼4号位。处理球，还有后面，哎呦，这个太，厉害！打后排，但是这球丰裕的后排2位的选手面面相觑哦。是2号位的攻击，他的2号位攻击。哇，弘毅现在从原本的16-14 2分的落后，现在变成2分的领先了，连下4分。对，还有，他主要稍微先灭火一下。对。好，这时候丰裕现在要更换选手，15号的邱子婷进场。哎呦 ，lucky ball， 打到了网袋。没错，又平手了。刚刚有提到，不仅这个比分接近的时候，领先方也是会有压力的。对呀。稍微修正一下，找张玉慧。哇，打太大力了。哦，这边旁边的相机要小心一点。没错。旁边又再度的出现了一次暂停。其实这些选手们在场边虽然会自己架设这个摄影器材来记录自己的这个打球的过程哦，但是大会这次其实在过去几年来也是有提供非常好的转播服务。是。像我们这次有至少提供这个3、4机的转播，可以通过这个多视角的转播跟回放哦，让这些选手们可以在赛后回去的时候，来针对这个比赛的画面来做一些检讨哦。对，而且非常比较清楚啊。是。你用自己的手机的话，也许应该就直接告诉大家这个一个那个直播的一个那个 ID 就可以了，对不对？哎，大家上网去看，我觉得蛮方便的。当然，这也跟这个运动部现在已经是升级到运动部了。没错。也是会希望透过这个运动转播，可以让台湾所有这个基层的选手可以来到这个比赛当中，比赛之外可以为自己的运动过程当中留下珍贵的影像。没错，对。2号位，哇，这边也是打后排，所以让弘毅的后排有点没有办法来接应。没错，可惜了。哎，哇，又离，这样子来回啊，又4分了。20-18。球，玉慧这一球的攻击，也是稍稍阻止了丰裕科技的连续得分哦。对。1分落后的弘裕要来发球。好，中间，哎呦，防守，吊球，
好球，好球，这个处理球处理的好。哇，在今天这场比赛的开局就如此的精彩哦。对啊，这一局到底是由哪队拿下，真的还非常难断定哦。没错，实力相当啊。宝旗还有打过来之后被4号位，化解掉。对，4号位，还有啊，2号位，还有，这球稍微修正一下，再交给玉慧。啊！好不容易这个呛死是做到了哦。没错， 21-20。哎呦，哇想要打斜角也是一样，是发力太大了。哦，那红玉这边要小心哦。现在比赛的末段2分的落后，对，2分的落后，对，场上又出现了暂停了。是，哦，在这个暂停呢，我们也请这个邱明教练大概是谈谈哦，场边的教练或是选手会给场上的选手们有哪些建议吗？或是会做哪些动作？一般来讲，我觉得他们的防守目前还没什么问题，主要是攻击的一个部分。因为攻击我刚刚看的失误太多了，所以说你在攻击点的时候，你的这个手腕的部分，我觉得你要去调整。好啊，你刚开始的时候不要想要打那么长，因为场地就是这么大，是，所以说你要先打进，先把球打进完之后呢，找你要打的点，你不要打得很强。你打的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高度不够，你打的强，它的距离就会长，是相对会出界。所以我的建议来讲的话，可能他们攻击点的话，可能要控制一下力量，尽量打点，这样子。因为今天有蛮多球都是这种发力比较太大，而且是打后排的情况出界。对，没错。你看，好，来看一下，来，对。这边掉短，但是被化解掉。是。好，你看玉慧。对，像这样子的球，慢慢来，一球一球来。对，你知道先打，跟他这样去磨打点，相对的就是减少失误，让对方的失误变多，分数就会领先，这样子大致上。那弘毅刚刚这个暂停也是发挥了功效，先追回1分。哇！发球的挂网，这是真的也不太应该啦，因为你发球失误的话，这样子来回的话就是2分了。是，对，因为现在你发球失误的话是对方得分的，对不对？所以说是相对的。现在轮到刘宝琦发球。哇，这边在左侧的彩铃。是攻击得分，对。2号位，球挡下来之后，哇，直接用拳头把它捶回去。2号位再来一次，好球，防守了，稍微修正一下。哇，这一球失寒，球是直接扣到了网带上哦。是，他这个都想要弄被吹啊，想要吹大力啊，所以说就容易失误啊，叫暂停的。对，现在是换到了丰裕这边喊暂停。对，刚刚原本是有2分的领先哦，不过在弘毅这边暂停之后，把这个落后给追回来哦。那这个暂停最主要都是要来讨论，待会看能不能这个顺利的连续拿到2分哦，就直接把这一局拿下来哦。没错，还是一样啊，要减少失误啦。是，哎。那暂停回来之后是要由弘裕这边来发球，4号的张玉慧。
好球，来，太近了，哎呦，哇，不过来看一下，有救回来哦。再一次，2号位吊球，来，球，中间，啊，球跑进来，打得正精彩啊！没错，隔壁场地的球飞进来，所以这分要重打。是。哎呦！哦，来看一下罚球失误没有进。哇，那这边是丰裕科技先在第一局是拿到了局末点哦。是。曾子清发球。哦，这边顶住了压力。没错。24比24，延长赛，第一局就打到延长赛啊！哦，放掉来看一下，直接 S 得分。没错。蔡静妮要继续的来发球，而且现在反倒是弘毅这边有局末点。打后排，这球在界内。没错。25平。那发球的是郑庭娟。打炮，好球！哇，这球想要救，但是球没有救起来。对，他2。哇，1分的拉锯啊！但弘毅这边还是一直有这个赛末点的出现呢。对。4号位攻击，哎呦手，篮网拦下来。呛死！弘毅这边把球先给抛回去哦。中间，还有哇，守得好，吊球，哎呀，诗涵同样的是在左侧这个老位置来取分哦。是。这球原本是要把球运回给这个弘毅这边哦，但刚好看到在邱诗涵网子前面有攻击的机会。对。得分，哎呀，好球！那弘毅这边可以多来尝试一下哦，感觉他们已经暖身完毕了哦。对。对，这种打后排是越来越精准的。没错。弘毅橡胶第3个局末点，对，局末点。交给玉慧吊小球，没有太好的攻击机会了。2号位拦到了，好球！哇，还有。对，啊！18号的徐经纬，又平手了。27啊，发球失误，可惜了。那现在弘毅又要来尝试第4次的局末点了。对。哇，没有沟通好。对，没有准备。哇，
姐妹，好刁钻的球啊！刘宝琦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是28比28。哇，这球是接喷哦。对，没有注意到。啊，现在反倒是丰裕科技这边是第2次的局末点。是。这球再救回来，宝琦没有办法把握住，吊环，守一个中间吊球啊，还有再稍微修正一下，好球。还在找机会哇！不过双方的防守真的是还蛮坚固的哦。哎呀，这一球连击了，举球有点是，对，连击了。好，现在双方来到29比29的平手，但因为这个比赛的规则，在这次比赛应该是有个内规了，就是每一局的比赛最多是打30分，30分还是？对，待会我们要再确认一下，但是有这个内规的规则。不能超过那个分数。把球救回来。哎呦，这球 lucky ball， 这球真是 lucky ball。啊，结束了，不能超过30分，30分结束。就是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是有个规则，在每一场的比赛当中，每一局的比赛当中，最多就是打30分哦。是。所以在这个时候拿到30分，所以这一局也要到此告一段落了。对，打好打满了。对，红玉橡胶在刚刚这好不容易有这个双方的多方的防守人来回的情况下，反倒是丰裕科技这边是发生了失误。对，打好打到满。对，好，所以双方在第一局的激战达到了最后一分，30分，30比29，是由红玉这边是拿到第一局的比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好。台湾师范大学林口校区体育馆的比赛现场哦，我们今天在体育馆为各位观众朋友带来第5届格西亚杯全国排球锦标赛的赛程。哦，今天的第一场比赛都相当的精彩哦。没错，在2支的队伍，丰裕科技跟弘毅橡胶第一局打得难分难解哦，最后是由弘毅橡胶在这个关键分拿下来。对。
真是精彩的比赛。好，第2局的比赛在经过短暂休息之后，要马上的来展开。这一局还是由红衣橡胶来先发球。是背号7号的朱维珍。哇，就挂网了。是。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格西亚杯的赛事当中，我们刚才提到是一个这个社会人士遗嘱的赛事哦，所以其实场上的蛮多选手都已经是这个社会人士哦，没错，上班族之外，同时可能也是有兼顾家庭的对妈妈的身份、哦，对，没错。看到场边，其实也看到自己的小孩哦，来到场边哦，来陪妈妈比赛哦，对。其实这也是政府过去几年来一直在推广的哦。这个女性的选手跟女性想要从事运动的话，往往都会因为身兼这个母亲的这个天职哦，所以会没有办法来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比赛或是运动哦。那当然可以透过这个家庭的投入哦，这个丈夫甚至这个小孩可以陪着妈妈一起来运动哦，没错，可以来带动这个全家大小养成这运动习惯的一个带动的情况下，我想会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投入在这个比赛或是运动产业里面。对对对。好，在第2局的一开局，双方也是僵持住2比2。这个攻击还是从左路来做进攻。对，4号位的位置，对。哇，这一球，哇，在接球的这位选手施涵，我感觉在接这个球最后是有点犹豫，所以球是接喷哦。嗯。想要打后排。红衣的后排其实对于这球来讲没有办法来做防守。对。哎呦 ，lucky ball！ 我感觉丰裕的今天几位发球的选手，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故意有练这个球哦。运气，对。发球发的太大力，对。我想刚刚丰裕的8号选手陈怡珍哦，前一球是这个 lucky ball 发到网带上滚下去，不过下球的修正力量就有点变得太大，所以出界。对。所以看得出来，选手是有在场上做这个临场的调整跟改变的，但是有时候这调整调得太多了。哎呦，礼尚往来。哦，也是一个发球的失误。15号的邱子婷发球。哇，这球好球啊！是，处理得很漂亮。10号的邱诗涵在今天左路的攻击，不管是这种非常强的扣杀，或是这种挑球，对，处理球，
都做的是相当的精彩。也来一颗吊小球。拦得好，再来。不过弘毅这边有把球，哇，救到了后排，就没有办法来继续的回击喽。默契上有一点瑕疵啊。7比6，现在反倒是丰裕科技领先1分。4号位吊球，哎呦，好球！那8号的陈怡贞，这球有点可惜。是。2号的郭佩如发球，好像后排的有些就是大部分的选手对于这种强力的攻击上来讲哦，接球可能经验上来讲没有这么的丰富。对。球收起来。哦，来看一下这一球没有办法来回击过往。是。8比8。那弘毅这边是换选手进场哦，背号8号的李宙珍。吊球，还有4号位吊球，还有这球再救回来哦。处理，对，修正啊，哎，被拦回来之后，哎呦，连击了。弘毅香蕉发球，现在又拿回1分的领先。好球！邱诗涵同样是在左边的位置来发动。9比9，分数还是一样的。接近了，是，对。这边是要求换1颗球，大家的拼劲啊。攻击后排，好，4号位，哎呦，打太长了，太大力了，对。不过现在有1局领先的弘毅橡胶就比较有本钱哦，可以来拼这种难度比较高的球。没错，守得好。哎呦，打太大力了。对。那15号的邱子平。球，交给后排的选手来看一下，还有，还是救了回来哦。对，哎，好球。
后排打得太长了。那刚刚有提到，两边的队伍都是在昨天的预赛当中是分组的第2名哦。那丰裕科技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取得了1胜1败的成绩，分别是0比2败给了蒙内帕排球。那在第2场的比赛当中是来打败了妈妈扎扣。其实，在格西亚杯的比赛当中可以看到。的选手组队的队名来讲，都有些还蛮有创意的哦。那另外一队的弘毅橡胶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也是在D组小组是排名第2名的，同样也是1胜1败的战绩。是。那分别在弘毅橡胶第1场比赛面对到昂诺的赛事是2比1落败。那在第2场比赛是打败了妈妈扎扣，2比0。那当然，在今天的复赛第1轮来讲刚刚有提到是一个单败淘汰赛的赛制，所以必须要获胜才可以进入到待会的8强赛。8强赛，对。那其实今天对于短签的队伍来讲，可能就会稍微有点吃力哦，因为在赛程安排上面来讲，如果要打到最后的决赛的话，今天是要打4场比赛哦。没错，这个体力的消耗也非常的吃力啊。所以连续打4场比赛，当然要看一下选手都会希望。除了获胜之外，当然这个获胜的速度呢越快越好。对，当然，减少体力的流失啊。对，除了可以减少体力的流失之外最重要的是可以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哦。没错，没错。在暂停回来之后，弘毅橡胶现在是把比分拉开到2分的领先哦，13比11。接球，哇，界外。弘毅在这个时候是连拿了分数，是3分的分差，哇，也是今天两队这个分差最多的一刻。对。哇，这球守到了。有救回来，吊球，打后排成功，11号的宝奇。裁判先响哨，对，又有球跑进来的被干扰到了，对。哇，这球其实刚刚对于弘毅来讲是差点没有办法把球救回来，但是隔壁场地的球救了弘毅一命哦。对，救了一球。14比12。界外，发球发得太深了，没错，太旁边了。好球，攻击在左后排的位置。是。2分落后的丰裕科技，
队长罚球。这边拦网被红玉这边救回来。这一颗，哦，这一球救起来，但是没有办法救过网了。对。场边因为刚刚在往前有跌倒，所以有点水渍哦。对，比较湿滑。救回来，交给诗涵。还有，对，再一次机会。好球，再来，处理了。左边不行，换右边了。对，中间吊球，哎呀，没有注意到。弘毅橡胶现在这边只要能稳住这个领先的分差，换2号曾子清，这以前也是黑虎球队的球员。对。哇，这边直接发球没有办法把这个球提起来。对。哇，扩大领先了。左边的攻击出界，打到网袋之后是弹出了界外。没错。哇，丰裕科技这边要想办法先踩住这个失分的危机哦，然后一分一分的慢慢拿哦。对。不然这个一直被弘毅橡胶把分数一分一分的拿下来的话，可能到后面也不好追赶。没错。所以场边在第2局，丰裕科技这边喊暂停了。看能不能等一下止血一下。在第2局的比赛，邱教练这边有看到丰裕科技有哪些的问题是需要在这个时候经过暂停的过程当中可以来讨论的吗？我感觉第一件事情可能体力消耗有一点大，可能他们的没有像第1局移动能力那么好。是。对，那各方面啊，防守，因为你移动能力慢的话，防守就变慢，那就会比较差一点。那相对的，你攻击各方面失误比较多一点，所以说分数会被拉开来，大致上是这样。所以说调整一下，把失误减少的，先把失误减少到最低啊，对，这样子。好，暂停回来，继续还是弘毅橡胶发球。这球应该是有touch out。对，对方的体力来讲还是稍微好，可能感觉上好一点。尤其这个体力的影响，在第2局的后半段真的是还蛮明显的展现出来。没错没错，看他的移动状况。还有哇，这球先是被弘毅拦网下来之后，哇，在篮下的诗涵这边没有办法把球给拖起来了。是。21比13，现在分差是来到了8分了。吊球，还有，这球先是碰到了蔡静怡之后，就没有办法来救了。是。
不过可以看到，在丰裕这边，很明显的看到是只有2位选手在攻击的表现上来讲是比较杰出的哦。对，10号的邱诗涵跟11号的刘宝琦。对。界外。1分1分慢慢来，还有机会啊。对。吊球，还有，再把球救回来。球，吊球啊，没有注意。丰裕偷袭成功。对，感觉对于这种吊小球，在今天就比较没有办法来接应哦。对，偷袭成功。22比15。中间好球，哎，4号位，哎呀，漂亮！张玉慧在这个时候热开来了，没错。感觉红玉的攻击点位是比较多的哦。对。好，接过去了，哎，起球，啊，戳球，好球，哎，吊球。打后排这边救回来，处理，好球，哇，可惜了。那时候红玉香蕉在这个时候是出现了9个赛末点哦。对。哇，这球有 touch out， 碰到手了。对。不过可以看到在第2局，丰裕科技这边感觉是在体力上面来讲有点，在第1局已经消耗完毕了。对，我觉得。所以在这场比赛，在经过了2局的对抗之后，丰裕科技这边是败给了弘毅橡胶，29比30、15比25、2比0，直落2是带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恭喜！对，待会呢会来进入到8强赛哦。待会在面对的队伍会在这个假场地面对到一凡文具。是。这是场相当的比赛，在第1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么高张力的赛事的。没错，没错。对啊。好，那在这场第1场的复赛结束之后，待会休息一下，会有第2场的比赛，整队蓝中对上旅外的赛事，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喽。好，谢谢。
好，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在刚刚第一场精彩的赛事，丰裕科技对上弘毅橡胶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在场上马上要进行第2场的12强复赛，整队蓝中要对上的是旅外的赛事。那整队蓝中呢，在昨天的预赛当中也是取得1胜1败的成绩哦，在 F 组是排名在第2。是。那旅外的部分呢，也是在 B 组的小组赛当中是拿到1胜1败的成绩，也是排名第2。所以在今天这场比赛，刚刚稍早的比赛也提到，在今年的赛程当中，复赛是采取12强赛的复赛，有长短签的这个安排哦。是。在短签的队伍都是在这个昨天是取得第2名的成绩，要在今天的第1场比赛当中要来进行一个单败淘汰赛的赛事。对啊，旅外这个球队啊，这个参加了非常久的，就是从开始有比赛的时候就一直参加到现在，是非常老的球队啊。对，那都是一些熟面孔。他对上了整队蓝中的这支队伍，对，比较新，对，比较陈列的比较，可能是第一次报名哦。对，就有这样子的成绩不容易啊。但他们的这个队名整队蓝中，我不知道是他们的战术是要在中间拦网，还是说每一位的选手都可以拦中哦？这个不知道是拦中还是拦中哦。对，非常有意思哦。不过也看看在这2支的队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来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对，没错。对。好，那在这场比赛是要由旅外是穿着黑色的球衣的队伍要来先发球。是。好，在确认完双方的选手名单之后，那比赛要马上的来开始。好，是要由旅外的10号庄于莹要来先发球。哇，这边在配合上来讲，差一点就出差错了。是。哇，打比较长，打得太大力了。是，也是刚开始，对，刚开始的比赛就是大家互相的磨合一下，了解一下对方，对，试探一下。当然，在格西亚杯，在上个礼拜是先来打男子组的赛事哦，在这个礼拜才来进行女子组的比赛。当然，我们在欣赏男子组跟女子组的比赛，男生可能在力量上面来讲会展现的比较大力哦，在这个回击球的时候是会有一个力量的展现哦。对。但在女子组的比赛当中，我们也请邱教练来跟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女子组的排球跟男子组的排球当中不一样的地方。一般来讲呢，就是男子组呢就是强力排球，主要在攻击的力量上面。对，你在攻击力量，就是说你的展现度越高，这个攻击点越多的话，相对的可能会那个领先度会比较多。是。对，那女生的话，可能就是防守的部分。对你防守的话，就是说你防守的越多，让对方的失误率越高，让他这样子呢，分数就会慢慢去给他拉开。你如果说女生你的攻击力虽然大，也许有那个攻击失误太多了，那这样子也比较危险。是，我觉得可能着重在重点在这个地方。对。那另外呢，就是说女生来讲的话，体力负荷真的是会要比较大一点。是，对。所以刚刚这个防守的差异就如同我们刚刚在上场比赛看到了。对，在前一场比赛。其实双方在第1局的这个防守来讲是做得相当的扎实哦，打到最后1分哦。是。但在最后很可惜，就是在丰裕科技这边是最后防守有一点叫体力上跟不上防守的节奏。体力上对，这个有点消耗太大了。所以也参考让观众朋友参考一下哦，在欣赏女子组的比赛当中的这个比赛的看点。对。不过旅外在今天这场复赛来讲，第1局的比赛开局开得还蛮顺的。对，蛮好的，防守各方面都还蛮不错的。
球，好球，对打后排这个位置哦。对。背后，他的那个击球员背后的那个2号位，像他们就可能就会找到自己的一个攻击点，在攻击重心出来。对。没有太好的攻击机会，回击给里外。还有，哇，这球被救了回去。哎呦！这一球很可惜哦，在前排中间的位置。对。2比7。好球，修正的好球，哎呦，没有举好，中间，哇，这边也是接喷的。对，所以说防守的要特别注意。对，17号攻击。现在继续轮到里外的发球，背号4号的陈柏惟。中间。我感觉16号的李婉萱有点意外，球会往这边来飞哦。没错。中间。还有8包。稍微修正一下。球，对，防守的好。没有太好的攻击机会，把球给打回去。中间还有大炮，没过啊！婉萱在这一球的回击挂网。是。整队蓝中，我想在这场比赛，从前半段的这表现来讲，可能要特别留意里外在后排的攻击了。哎。吊球，还有触网，失误了。我也看到，在这个比赛，我们刚刚有提到，这是在募集台湾这个乙组的选手、业余的选手来参加一个赛事哦。是。大家来参加比赛，其实都是一个以球会友的心情跟这个态度来进行比赛。对。所以场上可以看到，其实。虽然是比赛，但是比赛的张力没有太大，大家感觉都很乐在其中，在参加这场比赛的进行。是。4比10。好球！哇！呛死做出来，但这球发力太大了。没有包到手掌，打飞了。17号的赖逸云。高度有啊，对。球是有碰触到前排的选手，是。然后场边现在出现暂停整队蓝中叫一次暂停了。在第一局的比赛前半段来讲，感觉里外这不愧是这个元老级的球队啊，没错。有的经验上来讲是比整队蓝中是还更有经验，而且在队伍的组织上来讲也是做得更加的默契上面比较好一点，而且在防守方面呢就比较成熟。是，对。那整队蓝中当然也是希望靠这次的暂停稍微来提醒一下，对，调整一下刚刚第一局前半的一些
状况，我看能不能在经过这3年之后能稍稍的改善。对。12比4。17号的周一成发球，但这球发球跨网，这个发球失误的，来看一下。不过刚刚这球是把分数判给旅外哦。继续还是一成的发球，好举球，来好球，2号位，来4号吊球，哎呦，前排的选手婉萱，这球举得并不是太好，是。球，2号位，把球又跑进来了。所以这球要来重发哦。重发，对。4号位攻击，前排这边他需要。14比5。2号位实现没有手起来。19号的陈君瑜。中间。球，来4号位，要快了，再把球救回来。4号位打，哎呦，这4号位又打到对方的手。李婉萱，这个分差是慢慢的再度的拉大哦。对，哇，哎呦，接这个接球啊，接发球也要特别注意啊。好球，发球失误，对，加压加太大力了。这个分数啊，这个拉开了以后就放手的发了，对。吊球，这球吊得漂亮啊！是。4号的陈柏伟。旅外10号的庄玉莹发球，好球。对，来4号位。2号。篮网这边救回来之后，来看一下打后排。是。换边2号位，哎呀，哇，节奏不对了。整队篮中，我想在后面的后面的比赛当中，可以来多考虑来攻击旅外的后排。在前面的8分来讲，有蛮多分数都是攻击旅外的后排来得分的哦。因为旅外的前排其实有非常好的这个拦网的一个效果。对对对。
接发球。那19-8。好球，他的哇，这边就如同刚刚邱教练提到了，在接发球的部分要再更加的精进一些。对，因为你这个接发球如果没有接好的话，在后续的进攻上来讲，可能就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回击哦，对，甚至产生失分。是。啊，自己攻击也失误，糟糕，要赶快调整啊！对，要稳定下来。好球！哦，这球拦网，救了回来。中间，啊，好球！17号的周一成是攻击后排拿到了分数。对。修正，这球救回来之后交给左路，后排攻击，哇，发力太大了，打得太长了。那进入到复赛的队伍，其实在实力上来讲，都比昨天预赛的时候又更上一层楼。是，没错。中间，好球，还有哦，看能不能救回来。哇，救回来了。再来，中间，吊球。哇，没有击过网了。是，因为修正的那个举球员修正的球比较矮一点，要再高一点。哇，这边前排有个 touch out， 所以旅外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出现了局末点。哇！不过第一个局末点这边发球失误。对。哇，这边没有办法把球回击了。是。所以在第一个局末点虽然是发球失误收场，不过在第二个局末点，旅外这边就顺利的拿到25分，就是在第一局的比赛25-10哦，这个分差是比较大的情况下收下了第一局的胜利。那我这边也请邱教练来，虽然我们刚在上一局的局中有对整队篮中的一些进攻来讲做这个提点哦，那我们也来谈谈在第一局的攻击，旅外有哪些选手，这攻击的部分上来讲跟技巧上来讲来做一个简单的点评。是，像他中间的攻击的话，能力就会比较强一点。他的重点都主要放在中间的攻击，所以说，那目前来讲，他的中间的攻击点就是他攻击的那个面非常广。因为他手腕呢会去转他的手腕去避开中间拦网，所以说，会比较难防守，大致上是这样子。那他的大炮来讲呢，就是说比较是处于修正的状态再去处理这个球，重点都放在中间，所以在第一局拿到胜利的旅外哦，在第二局来看看会不会能延续第一局的攻势哦。对，把这个就大比分的分差带走胜利。我们刚刚在前场比赛也提到。在今天，对于短签的选手，如果要打到决赛，是要进行4场的比赛哦。对。如果能早点结束这个比赛的话，对于这获胜的队伍来讲，会有较多的休息时间。是，我觉得
还是一个重点啊。那个蓝中的不是那个蓝中这个队伍的部分呢，就是防守的可能要稍微加强一下，因为他防守的失误比较多，尤其在接发球的时候失误最多，这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他在移动当中啊，要判断快一点。所以说你判断快一点的话，防守能力就会比较好一点。是，对，好，那我们在经过短暂休息之后，待会第2局的比赛要来马上的展开。那在今天这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待会在经过短暂休息之后，会来到假场地进行待会的8强赛了。那现在正值这个夏末秋初哦，在台湾的气候上来讲，其实也是还相当的炎热。对。那选手们在打球完下场休息之后，这水分的补充也是相当的重要哦。确实。可以看到选手这边头上还是顶了一个冰袋在做降温。好，结束了短暂的休息之后，第2局的比赛要马上来展开的。那在第2局的比赛是要由整队蓝中这边来先发球。12号的方立新。哇，这球救得相当有水准。不过举球是举到了一个不好进攻的位置。这球打得漂亮哦！是。蓝中的5号林玉轩，刚刚这球的回击是造成旅外这边在回击的时候是比较难处理。中间，你看他大部分在靠中间的一个攻击。拦得好，再来。左边打完换右边，不过2次的攻击都没有办法掌握住。哇，中间没有包到手掌。这球发力太大了。是，17号。周奕成。吊球，哎呦，太靠网了，好球！没有注意到球。在沟通上来讲这1号的张晨怡，刚刚在攻击完之后就已经准备了要来接应回击，但没有想到回击的速度比较快哦。对。这球拦网这边是 touch out。对。好球，拦网拦得漂亮，直接拦网得分。
时间抓的刚刚好。哇，这球回击这出界，叫奥赛，裁判说奥赛。跳球，中间，哇，啊，同样的也是拦网得分哦。是，他球没有过网，对，差一点点。我在第2局的时候可以看到，在整队篮中的攻势，反倒在后排的防守是有加大这个防守的强度。对，罚球挂网，球又进来了。 2次，哎，不过裁判对直接吹2次了。对，连击。啊，里外的选手继续的在跟第一裁判对沟通。对。4比6，在整队篮中，第2局是2分暂时落后。在第2局的比赛，里外也把这个预备选手在第2局比赛都换上来了。哇，完的 touch out。7比5。 好球！哇，这一球来看一下，没有办法来救了。对。啊，16号的李婉萱，这球攻击力道很强哦。2号位吊球，还有中外周陈柏惟，哎呦，默契，默契上的失误啊，小瑕疵。很常看到在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来接这种球，只要2位选手在目视的同一颗球的情况下，对，都会你看我，我看你哦。没错，2个和尚就互相礼让啊。 所以这打球的默契上来讲，真的是需要透过长时间的练习跟比赛才能培养起来。对，没错。那一般来讲，如果说像这种呛sport的球哦，通常假设一般球队会有主要的接球给谁？是。通常如果说打中间的话，会这种强sport会比较少，不会去接。 都要给大炮啊，或者自由球员去处理这个球，对，所以说会有比在一个 SOP， 第1优先跟第2优先去处理这种球，是这样子就比较会减少失误，对，就不会说你看我，我看你，到底谁要去处理？对，通常会有第1优先跟第2优先，那第1优先一定会去处理这个球，对，这样子的失误就会降低。 好，里外现在又是分数来到了2位数，10比6了。对。 好球！哦，4号的陈柏惟依旧在第2局是相当的活跃。对，
哇哇接发球，对，对，可能不知道要不要叫暂停。看到场边整队蓝中是准备有选手要来更换入场的，是调整一下。不过整队蓝中在第2局的这套阵容上来讲，得分的效率是比第1局还好。对，小球，卡奇奥，吊球，这边有注意到，马上回击，对，有注意到，4号位吊球。连续2波的拦网里外都能掌握下来。是，好，呛死，直接打，好球，4号位，吼吼，这一球双方来回多次，哇！当然，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只要能做好防守，失误少的球队，自然得分的机会就多。对对对。好球，还有。陈柏惟，哇，好球好球！在这一局依旧是看到4号的陈柏惟跟17号的周一成2位选手的表现哦。是。虽然是有打到网带，但是还是有效的发球。还有，吊球。再交给陈柏惟，这球被拦了下来了。没有太好的攻击机会，再把球丢回给里外。哇，这个失误不应该。感觉这个处理球来讲难度并不是太高。是。拦网得分，叫暂停了。好，在第2局的比赛进入到了中半段，整队蓝中在喊暂停。对。那虽然在第2局的比分的走势上来讲，里外还是一个独走的情况哦，但是刚刚有提到，整队蓝中其实在第2局来讲也是做了蛮多的改变哦，所以在这个得分的效率上来讲，是明显的比第1局更有这个得分的效率。对，还是对那个加强防守就蛮重要的。那希望整队蓝中这个可以继续保持这个防守的动能哦。对，来看看能不能在这个第2局来讲比赛的后半段哦，来争取更多得分的机会。那虽然现在分差是来到了9分哦，但是这个防守做的扎实，分数一分一分慢慢拿的话，还是有机会在第2局来逆转比分的。对，球不落地啊，永不放弃。是。对。哇，这球好球，打得很有水准。是，这球好球，希望能够持续下去。背号5号的林玉轩，先把防守先要做好。对。
球。暂停回来之后是连拿2分喽。是。吊球，还有哇！整队蓝中这边可能也没有预测到对会有一个小球哦。对。哇，在接发球这边也是发生了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所以说要注意接发球。刚刚进场的张晨怡，哇，这边他需要。19-9，里外现在在第2局有着10分的领先。篮网碰了第一下之后，但后续的队友没有办法把球救起来。是。哇，这球篮网拦到了，对。这是少数的几球，在今天整队篮中是终于有这个篮网回击得分了。对。张晨怡这球的回击，好球。现在2队的防守在第2局上来讲是有所提升的。没错。处理。这球放掉，打太长了。20-11。接发球。没注意。哇，这球2号位攻击没注意，对，打到了网带上了。是。拦得刚刚好。再度的篮网得分。没错，那球太贴网了。对。前排的19号陈君瑜。好球，中间。张晨怡这一球还是发力太大了，对，连续2球在走路的攻击都是打出界外，可惜了。Lucky ball， 又是一球打到网带上面，弹到对方的场地得分。9号的陈若安。再度暂停。13-22。虽然整队蓝中是有把这个比分给 hold 住但是这个分差还是蛮大的对。在比赛的后半段，这次的暂停主要看到在画面上的张晨怡，刚刚在2球左路的攻击上来讲，都是打得太大力出界。对。这
这个暂停呢，也让整队蓝中这边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调整一下，对。对，待会在第2局的策略哦，虽然刚有提到这分差是蛮大的，而且是要追回的难度很高哦，但是要想办法在这个第2局结束之前，尽可能的把这个整队的优势给表现出来。对。好，4号位，哎呦，好球！哇，救回来了！再来4号位。哇，在前排的拦网是有拦到，对但后面的碰到了后排选手没有办法把这个球救起来。对，改变了方向。那在第2局的比赛，旅外又出现了局末点，也是赛末点哦。是。哦，终于是得分了。没错。刚好是球拖到了张成怡最舒服的攻击位置。哇，这球没有包到，发力太大。是。好，所以在这场比赛第2局，旅外也是轻松的拿下25比14哦。是，所以最后在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整队蓝中是0比2落败哦。旅外在这场12强的复赛当中获胜哦。待会会在假场地哦跟D组的第1昂诺来进行8强的比赛。是。好，非常恭喜旅外在这场比赛当中算是赢得相当的轻松哦。对，我们恭喜。好，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待会再经过场地的整理跟稍作休息，会马上进入到8强的比赛了。是要由可可多拉来对上的是猛妹怕排球，就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喽。好，拜拜。
这你的手机对不对？这你的手机对不对？好，欢迎观众朋友再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哦。我们在台湾师范大学林口校区的体育馆，为各位观众朋友带来的是第5届格西亚杯全国排球锦标赛。那今天的赛程要准备进入到8强的比赛了哦。是，待会要来进行的比赛是第1场的8强赛，可可多拉要对上的是猛妹怕排球。哦，这个名字都还蛮新的。哦，是。对，哎。对，那科可多拉是在昨天在经过了预赛当中是拿到了一组的分组第1，刚好又是抽到了长签哦，所以算是他们今天的第1场比赛。那猛妹怕排球呢，在刚刚稍早的比赛当中是已经进行完12强的比赛，是打败的快乐小狗，所以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要来打第2场的赛事哦。对。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抽到短签的队伍都会比较辛苦一点。对，没错。要打到决赛，必须要打4场的比赛。对，因为分组第一跟分组第二总是要有一点差别。是。对。所以在这场比赛，我们待会也要来看看萌妹怕排球的这支队伍，在经过第1场的复赛之后，我在第2场的比赛当中，这体力上的调试上来讲，能不能在经过短短的1个小时的休息，对，能不能恢复得宜哦？对。好，这场比赛在经过了双方敬礼之后，要马上的来展开。不过这场比赛，双方的球衣其实颜色都还蛮接近的。对。这萌妹怕排球是身着这个应该是电色哦，这个颜色很难形容。对。这也是黑色系的球衣哦。没错。在另外一边黑色的。对，另外一边的球队可可多拉，也是穿着黑色的球衣。嗯。猛妹怕排球，先发球。然后比赛要马上来开始。哇，拦网，好球！进入到8强的比赛，这两边的选手的这个等级跟状况上来讲，又越来越提升。对，双人拦网，哎呦！经过了第1场比赛，果然是不一样啊，体力都热开了。手接，哇，好球！萌妹怕排球在前1场比赛当中也是打了1场硬战哦，是打到了第3局才分出了胜负。是，对，好球，14号，2号位攻击，14号，哇，这个左手的，发力太大了。是。萌妹怕排球7号蔡欣莹。4号位，哎呦，没有碰。哦，这一球感觉是有 touch out 哦。哦，这个多拉要沟通一下了。有 touch， 所以还是没有改判哦，维持原判。蔡欣芸发球，中间，好球，哇！打的力道很强哦，所以拦网也没办法拦下来。萌妹怕排球的队长是5号的于子轩。好球，哇，有救回来。对，4号位，哎呦，哇，漂亮这一球，手腕运用的很好啊。对，2号的安田江里。接发球，猛妹叫暂停了。
在第一局的比赛其实没有打太多球哦，6比3，3分落后的蒙妹怕排球现在喊出了暂停。是。哇，在这个名单上来看到可可多拉的2号选手安田江里哦，这边应该是一位日本的选手。对。哇，这种乙组的比赛当中也可以请到洋将来助阵。没错。嗯。只要有热爱排球的都欢迎来。是。对。那稍微查了一下安田讲理的资料，是来台湾留学的日本人哦。是。是在这个台中的逢甲大学来就读的。处理球。哇，这球很可惜没有救好哦。没错，处理球处理得很细。我这边在争取蒙妹怕排球，争取有没有一个 touch out 的机会，但这球没有 touch out，第一裁判是判定是没有 touch out。对。吊球，哎呀，这球打得漂亮。是，改变一下打法。蒙妹怕排球6号的邱婉婷。哎呦，中间，好球，吊球。连续的2球这种吊球，但这一球在可可多拉这边有防范下来的。是。安田，这球打到后排，但是被防守下来。好球！哎呦，都没有碰到。在前排6号的邱婉婷。是。刚刚这种球来讲，对于前排的选手特别难防守。嗯。好，呛死了。哇！于子轩终于在这个前排中间的位置拦到一球了。是。9比5。哎呦！哇！发球失误。2颗了，2颗发球失误了。好球！哇，没有包到手掌。也是一样，发力太大了。是。4号位，哎呦，拦到了，还有，但蒙妹这边救回来。对。好球，好球！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的重播。在左翼的部分呢，15号的选手跳出来，4号位攻击啊，非常的强劲。
在接发球的部分又发生了失误，比较可惜啊。啊！想要来做一个强力的扣杀，但是挂网。对，举球太矮了，举球有点矮。 7号的蔡欣云啊，萌妹怕排球在第一局的比赛要把第2次的暂停喊出来了。在前面的第1局的比赛来讲，萌妹怕排球最主要的失分比较多的原因，也是在于在这个接发球的失误，对，以及在进攻的方面呢，有蛮多球是挂网收场的。是，可可拉多来讲，他各方面的攻击点。 算比较多了，而且比较强。那另外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就是刚才那个我们的日本外援啊，那个美女啊，你看她做的动作都非常的扎实啊。是，因为在日本的那个训练来讲，我觉得她在那边一定也是有接受过一些相关的训练。你可以看她移动的脚步啊，各方面我觉得都，可以蛮接近我们甲组的一些。 步伐是，目前来讲，我觉得他只是身高的部分了。对，他每次传球啊、送球啊，都送得很准。对。那喊完暂停回来，可可多拉还是有效的来做分数的取得。 拦网刚好是从2位选手中间穿过去，是，他的攻击力道都非常大力。这球救回来，左侧的安田，哇，还有，还救回来，对。 李方琦，好球，还有，哇，处理球，差一点点。15比8了。交给左侧的安田，这球压在线上哦，他触网。 触网，对。中间，好球！哎呦，哇，想要来攻击后排这边收到的效果。 继续由可可多拉来发球喽。对，打斜线，哇，这边要沟通好默契哦。是，没错。啊，13号的这个赵景哦跟安田刚刚在注意这个往前的球有点沟通不良了。对，偶尔一球啊。好球！哎呦，拦得漂亮！再往前，再度的是由吴志轩跳出来了。是。哇，过网了。对啊，举球举过网了。
球婉婷。在第2次暂停回来，猛妹怕排球在前排的发挥上来讲，就拿到蛮多分数的。是。不过这球就没有拦下来的。攻击挂网。4号位，哇，没有处理。于子轩在前排来讲，真的是表现得相当活跃。对，除了拦网有相当好的表现之外，刚刚这球的回击也是一个大炮型的选手。再一颗，啊，拦到了。感觉真的是越来越进入到状况了。是。哎呀，发力太大，发球失误。对，第3颗了，发球失误，对。轮到可可多拉的2号安田发球，还有碰了一下之后，后排好球，哎呦，要做偷袭没有成功。吴香菱在这一球的回击上来讲挂网，对。好，回进一个界外，也是一个发球失误。是。这球救得相当精彩哦，打后排。好球！连续2球，方子云在前排的扣杀。后排，安田，哎，2号位，还有吊球，哎，没有人去。这一球终于是让香菱在前排拿到了分数，突击成功。刚在前一球是回击挂网，不过稍微调整了一下之后，这边就有效果了。哎呦，爸爸，打得太长了。对啊，看到爸包球太高兴了。那也是要多尝试进攻哦。在这几球子轩的这个回击上来讲，都是相当有威胁性。是。虽然有些球没有得分，但是都会让可可多拉这边有点吓出冷汗。没错。吊球，哎呦，没注意到。在前排的11号朱天英看到了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空档。打太长了，斜对角，也是发力太大。2号的陈景安哦。哇，这一球的接发球，对，景安又发生了失误，是徐末点。中间，哇，有救回来吗？
没有攻击的机会，赶快把球给运回到对场。拦到了，哎呀，好球，拦得漂亮。所以科克多拉在这场8强赛的第一局掌握了第一个局末点在第一局是以25-16拿下。在第一局的比赛看到蒙妹趴排球在比赛的前半段是发生的比较多失误。对。虽然2次暂停结束之后回来是有稍微稳定但这个分数在暂停之前其实就已经被拉得蛮大的。对。好，那在场上第一局结束之后，双方是要稍作休息，更换场地。对。那我们这边也请邱教练来简单的谈一下两队在第一局双方的一些重点。我觉得目前刚看一下可可拉多的各方面的攻击点非常多他的点非常多，而且高度各方面还有强度比较强一点。那后面的防守能力呢？他们在防守的状况呢，也比刚才猛妹也好的很多，所以说分数会拉的比较，就是说差距会差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说目前来讲，如果猛妹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加强的就是一个防守的部分，看能不能把接发球各方面降低到最低。那攻击的话，可能就是看中间的拦网的部分的状况怎么样。那其他的就是说。会打的会很辛苦，是对，因为起码可可拉多各方面的，我看他们的各方面的动作确实蛮扎实的，是对，而且默契也不错他们各方面的默契，最多刚刚看的最多就只有那个2个人看球的这样失误1颗，是所以说我是觉得有机会啦，有机会看可可拉多，看能不能冠亚军赛吧，目前看的这几队，其他队目前还没看到，是蛮有希望的。那科克多拉刚刚有提到，也是这场边的焦点安田江里，没错，对2号的选手是。其实，在台湾打球，虽然是留学生了，不过在这课余的情况下，跟这队友相处的也蛮融洽的。对呀。那当然也希望透过这个跨国的体育交流，可以让台湾的选手从这个外籍的选手当中身上学到一些不同的技巧跟观念。没错。最主要我觉得是态度今天看他们的态度呢，真的感觉是不一样。当然这场边的焦点导播也是相当的喜欢所以今天的安田的镜头相当的多。没错。来看看在第2局科克多拉能不能来继续维持第一局的手感。对。不过我们这边也要提到猛妹趴排球，刚刚在第一局表现不错的队长15号的于子轩真的在前排是扛了蛮多球，而且也制造了蛮多得分的机会。是。八包。接发球要特别注意。对。继续由朱天英来发球，好球，哎呦，没有注意到，这就感觉是这个子轩想要把这个球回击回去但意外的落在没有人防守的地方，是没注意到。好，婉婷的发球，拦网球有救回来，哎呦，哇，没有。2比1喽。那当然，猛妹趴排球在第2局的攻势上来讲，除了我们在第1局提到在防守的部分要多下功夫之外这个分差也要来锁住才行不能一开始让科克多拉拉开了，对，拉开对。吊球，
啊，萌妹这边有救回来喽。哎呦，好球，还有韩铁，再一次，对，这一颗吊球，啊，拦到了，哇，子轩这一球很可惜哦。是举球没有把球送到。啊，现在轮到科克多拉的9号哦，有玉林发球，送呛死过来了，安可，哎呦，拦到，换边，啊，扫出去，对，转的太多了，啊，江嘉瑜刚刚这一球，很可惜没有掌握住哦。是，啊，科克多拉刚刚在这一球的战术上来讲，已经是做出来一次左边一次右边的尝试攻击。嗯。直线，哎，界内，4比3。好球，中间的吊球，再交给子轩，这球拦下来之后还有机会哦。后排，这种搓球的变现是改变打法，对。哇，连续2次的进攻，萌妹这边都挡下来了。哇，再度发生了一次失误。对。啊，子轩确实在这场比赛来讲是队上的防守跟攻击的重心哦。对。所以这体能的消耗上来讲，非常大。对。哇，不过在队友蔡星云这边也是想要来分担子轩的攻击。这球回击挂网。在第2局的比赛也是蛮早，是由萌妹这边来喊暂停哦。对，4分的落后。那当然，萌妹怕白球这边可能就需要有更多的队友来跳出来支援子轩哦。对，分担一下。目前看上去，子轩也确实虽然是得分跟防守都是球队的重心，但是这个队友如果不能多分担一点的责任的话，可能会让子轩的活动能力会随着体力的流失上来讲会越来越低哦。对，耐力、压力啊都会变大，消耗很大。这球应该是没有打过网，对，直接挂网了。那14号的江嘉瑜发球，还是靠他，对，子轩，对。得分之后是要由子轩来发球。
拦网再救下来。回击没有过网。是。刚刚这一球猛妹的7号蔡星云，确实在前排打了2波也是蛮精彩的球。最后在这球收官的时候是跳起来做防守，影响到可可这边的回击。拦到了。猛妹怕排球，在暂停回来之后，分数是有慢慢的再追上来的。对。来换一颗球。好球！哇，这球打的是相当的精彩，但是发力太大了。是，位置是不错。对。然后轮到安田的发球。哇！发球失误了。对。压的太多了。好球！这边裁判是判有touch out，但是子轩这边一直在挥手，没有。对。队长这边来跟第一裁判沟通一下。他有看第一裁判说有看到。比分来到了10比7喽。哇哦！后排这个强劲的发球，子轩这边没有接起来。这边没有办法成功的救起，有碰到，有拦网，有碰到了。科科多拉刚刚下场的赵吉，再换下来边跑边讲说扭到脖子了，这要特别小心哦。吊球，守到了。哎呦，这球变线漂亮，婉婷。小球，还有，哇，是这边打对角，在界内落地，没有对方触网。是。对，对方拦网触网。12比19，这分差还是保持在3分哦。哇，赢赛。11号的朱天英。好球。想要拦网，对，但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拦进对方的场内。是。
处理了。哇，时间差的攻击，这个 A 式快攻、哦，太漂亮哦，难得见到。对，在今天的比赛，这个应该是第一球看到有快攻的战术出现了。对，哦，科克多拉这一球打得相当的精彩。哇，其实这种快攻的这种战术的执行呢，非常考验队友的默契、哦。默契，对。那在第二局这一轮的猛攻下，科克多拉的分数又拉开到6分的领先了。是。那在这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待会会进入到这个4强赛。好球！哦，这球拦网，但是没有成功的拦下。是。10球了。暂停回来之后，反倒是让科克多拉这边连下2分了。对。好球！哦，拦网这边成功拦下。是。哎，触网谁触网？啊，猛妹触网。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拉到网子了，对。哦，猛妹在今天的选手来讲，在预备选手看到也是只有2位哦，所以。哦，对于他们今天打短签的赛程人数比较少的情况下，确实是比较吃力一点。是。好球！啊，直接发球得分。是。哇，这一波，哦，连续拿了4分哦，暂停回来之后是。哎，卡奇奥，方琦这一球打下去之后，是让科克多拉这边拦网，但是出界。对。哦，这球打后排直接得分哦，江嘉瑜。啊，科克多拉这边真的是越打越顺哦。对。好球，守得好。还有，哇哦！刚刚这球，科克多拉的后排是守得相当精彩，但在前排是被猛妹这边拦网成功。哇，救回来有没有机会回击呢？哇！哇，回还太有差一点短了。点，差一点点。
这边没有太好的攻击角度，所以回击回去，但是哇，这一界外球出界了。对，哇，这个失误真的是不太应该哦。嗯，来2号位吊球，2号位，好，吊球，九球回来还有，对，2次攻击，哎呀，哇，在前排拦网的赵景是，拦了2球，但第2球这边就没有办法了。对。安田，哇，哦，这边应该是没有过网。对，没过网。哇，这球碰到标杆界外了，对，当然这球好像是判给可可多拉哦，是，刚好就是沿着这个网带的上缘，哇，就一路滚。不过也是有碰到这猛妹的拦网手，对，哇，马上的在第一个赛末点就顺利的拿下，是，哦，所以在这场比赛可可多拉也是赢得蛮轻松的哦。2局的比分25比16、25比13，是。我在今年的8强赛当中是拿到了胜利哦，待会是取得了4强赛门票的资格。哦，不过因为今天的赛程其实都还蛮紧凑的，所以虽然今天这是第1场可可多拉的比赛哦，当然也是希望可以透过待会短暂的休息，在4强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没错。好，那在这场8强赛结束之后，待会会继续为观众朋友带来第2场8强赛的赛事，是要由阿拉呱呱对上的是康斯博生技，也请您持续锁定。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喽。好，谢谢哦。
好，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哦。我们在今天台湾师范大学林口校区体育馆要来进行的比赛是第5届格西亚杯全国排球锦标赛。那在这场比赛是要为观众带来8强的比赛哦。阿拉呱呱要对上的是康斯伯生技。是。那这场比赛一个蛮重大的一个看点哦，在阿拉呱呱这边是去年的冠军。那在今年的比赛当中，要来看看能不能来蝉联这个格西亚杯的冠军荣耀喽。那2支的队伍呢，在阿拉呱呱的部分哦，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拿到 B 组的第1名哦，所以在经过抽签的阶段呢，是抽到了长签呢。在今天是第1场的初赛。是。那在这场比赛，康斯伯生技是身着红色的球衣啊，在阿拉呱呱这边是身着深色的球衣。要讨论一下，好像有touch out。在第1球，就这边2位裁判的意见就需要交流。有touch out。4号位吊球，哇哦！哇，阿拉呱呱在这一球突袭的不错，对，是把球举到了界外去了。对，突袭的不错，touch out。哇！这球放掉是直接在场内落地哦。对，没有注意啊。12号的曾敬贤是发出了1球 S。哇，小球，要发小球。在 S 之后，下一球是挂网收场哦。是。这球应该是没有 touch， 没有 touch。哇，有注意到了。对，在前排的拦网得分。中间有注意到了。康斯伯8号的林奕文哦。又一颗，哇！好球，发展好，攻击。中间，哇！4比4，现在双方又把这个比赛是打到了平手的局面哦。对，来，大炮4号位，哇，要打他手，没有touch到。
接，哎呦，拦到了。啊，这球拦网是让康斯伯这边没有办法来处理的。好，中间后面。康斯伯的攻击哦，都会让阿拉瓜瓜这边在接球的时候都比较难处理。是，可能早上还没有比赛吧，还没有达到那个是热度。修正，有，中间拦到了，还有，哎呀，被吹2次连击了。阿拉瓜瓜13号的林怡文发小球，没过网。大炮，哎，哇，这球打得漂亮啊！是10号大炮，4号位攻击。石子云来看看刚刚这一球在左侧的位置，刚好是找到了2位拦网手的中间的空档哦。对。有，中间又拦到了，没有攻击的机会。还有，哇，还救回来哦！糟糕，哎呀，哇，这球康斯伯生技是展现非常良好的防守哦。对，这一度看起来球是感觉救不太回来，但最后是有把球成功的打回去。是啊，对。哎，来击球，哎呀，拦得好，拦网得分。对。啊，18号的庄思琪。2号位，还有中间重新组织，好球，思琪连下2分。是。左侧这一球的攻击是没有过网的，平手了。啊，12号的廖之玉，再来尝试一球，这球被拦网挡了下来，吊球，好球，吊球，哎呦！在前排艾拉瓜瓜刚刚在抢救这颗球的时候是有一点跌倒的情况，所以赶快的拿抹布来擦地上的汗水哦。对。8号，把球送了回去，中间，哎，打2号、4号位，再给4号位。池子瑜连续2波的进攻，终于在第2次的进攻拿到了分数。
哎呦，突袭成功，中间的大空档哦，是阿拉呱呱这边没有想到，没有注意到，对，会打这个战术。这球救回来，打炮，4号位拦到了，还有。4号位，哎呦，没有拦网，没有人拦网，前面没有人拦下来的话，让后排的压力会更大哦。对。轮到18号庄思琪的发球，哇，发太大力了，是，一球就飞出去。4号位，哎呀，要打手。不过裁判说还是没有，对，没有 touch 到。哇，连续的2球，阿拉呱呱这边都很可惜哦。是。中间，哇，没有包到。阿拉呱呱这边可能要喊一下暂停了，因为连续3球的攻击，对，感觉呛死是出来的，但是最后都失误收场。对，手掌没有包到，还没进入到那个比赛阶段呢。好球，中间，还有拦到，好球。康斯伯现在在第1局的比赛的中后半段呢，这分数是越拿越快的。是。4号位，哎，好球，救的精彩。对，换边，哎，哇，这球拦得漂亮。对，双人拦网了，对。哇，刚才发小球没过啊，现在要加压出界，要调整一下。左边，中间，好球，处理。哇，这边再救回来，是史云，好球，打后排再度的被挡下来。对，哎呀，打太长了。这个也是很可惜，曹子轩在左侧的攻势发动，结果太大力了。是。好球，后排，哇，这边打进了。对，直线。啊，经过一次一次的修正哦，芷云在前排终于是找到这非常舒适的位置，可以看清楚对手的站位来进行攻击。
拦网下来，中间拦第二球哇，还有一颗，再一颗，好球！第3颗终于突破，是。对，康斯伯刚刚这一球连续的2球都是在中间的部分来做进攻，打不过去之后变线，对，往右边来做改变哦，是反倒是收到得分的效果。对，2号位攻击就比较有利。17比15，还是2分领先的康斯伯。好球，上起来了，掉，太近了，哇，打他需要。不过阿拉瓜瓜这边虽然在第1局的比赛当中都多半处于落后的状态，但是他们还是很沉住气，没有喊暂停哦。没错，还是很有信心的。是，还有，哇，这边要小心小心。对，没有办法把球救回来，得分的是阿拉瓜瓜。那当然，这也是阿拉瓜瓜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第1场比赛。对。当然，这个赛制其实我们在稍早有提到，就是多打的有多打的担忧，但少打也有少打的困扰。对，对，这个打3场的这个长签的队伍，其实可能就少了在稍早的这个第1场复赛的这个经过暖身哦，可能没错，会没有办法比其他打短签的队伍更进入这个比赛的状态，对，更早进入状态。这一球没有打过网，没有打过网，对，想要吊球。阿拉瓜瓜现在又追平了，18比18。哇，直接 S 得分，是判断失误。洪一新叫暂停了。哇，现在反倒是让康斯伯生气，先喊一次暂停了。是。阿拉瓜瓜真的是蛮有经验哦，在去年刚有提到是这个格西亚杯的冠军哦，在今年就卷土重来了，想要来争取看看卫冕的机会。对，在第1局的这前半段看到阿拉瓜瓜虽然是有一度落后，最多到4分的情况，不过最后在目前这个情况反倒是1分领先的。对，他们自己调整的蛮快的。其中在队上2位的选手在刚刚有这个发出 S 球的洪一新跟曾敬贤如果能继续的稳定这个发球的品质的话这个非常有机会在这场比赛当中来获胜。对，哇，教练得分，扰乱他的发球的节奏。19比19。手接，好球。还是1球的领先。好，这球拦下来之后，来组织攻势。4号位，吊球，哇，没打到。这球举的位置并不是太好，所以让怡文这边没有办法有一个舒服的攻击空间。哇，太靠网了，小心！不过拦了下来之后，拦得漂亮。
双方在往前短兵相接哦。是，吊球，中间吊球，好球，哎呦，拦得好。这球很可惜，对于阿拉瓜瓜来讲，前排的这个沟通哦，是感觉对于这种放小球就处理比较球，对，不好处理的。对，没有看到那个拦网手在哪里。对，然后比赛的后段反倒是阿拉瓜瓜现在1球的落后，这边也喊暂停了。两边的选手在这场8强赛来讲，真的也是实力相当的接近。对。被挡下来之后，这球是交还给对方。好球，吊球，突袭一次，中间，哇，没有包到。也是打得难分难舍哦，所以在比赛的后半段也是要来看看两队的选手对于这种处理球的稳定性。对，稳定度，最后要看他们稳定度状况怎么样。哇！不过在这个时候罚球失误，对，受到影响。对。哎呦，被压过去，触网。阿拉瓜瓜触网。看一下刚刚这颗球。对。哇，其实两边的选手都在往上来，想要来把这个球击到对方。对。没有太好的攻击机会。对，中间吊球，哎呦，好球，还有哇，救起来。对，好球。4号位，哎呦，好球！连续的2次的攻击，哇，李麒麟。啊，康斯伯叫暂停。哦，连续的2次攻击，刚刚这个球李麒麟是得分哦。虽然现在1球领先的康斯伯，但还是很谨慎哦。看到阿拉瓜瓜，感觉要把这个分数再追起来的情况下，再喊暂停。对，前一次喊暂停，康斯伯生气，这边是阻止了阿拉瓜瓜的发球得分。来看看在这第2次暂停喊出来之后，会不会影响他的节奏？对。那当然，这个暂停很关键的。如果待会阿拉瓜瓜失分的话，会进入到这个局末点了。对。好，郑敬贤的发球。哇！还有救回来之后，第2波，还有厉害哦，防守好。第3波，对，哇，换过来中，
第4波来看一下，再度交给了巧玲哦。还有啊，好球！哇，这球打得相当的精彩哦，在前排的王巧玲连续的4次的回击，终于在最后一次达到了效果。23比23。对。交给左侧，不过这球被康斯伯挡下来之后，哇，这球压得漂亮。哦，又是同样的球路，是压得漂亮。哦，在网带上面2位选手的拦网争抢，最后这球把它压回去了。是因为太靠网了，对。康斯伯在第一局出现了局点，中间，哎呀，这一球失误。是。哇，8号的王巧玲想要来复制前一球的这个回击的攻势哦，不过最后是挂网收场。那所以在第一局，康斯伯虽然在这个比赛的后半段有稍微被阿拉瓜瓜给追上了，不过最后是顺利的拿到第一局25比23，很接近了。对于卫冕冠军阿拉瓜瓜来讲在第一局落败这个会让他们在第2局的攻势必须要打得更谨慎一点呢。对，而且要很强势，对啊，要更强势一点。因为看到第一局阿拉瓜瓜的攻势有蛮多的球都是在攻击过去之后，对手的拦网防守之后把球回击之后失分。没错。我想也是在第2局看到阿拉瓜瓜能不能在透过这个局间的休息之后呢，来快速的检讨一下在第1局的发生的状况。对，改变一下攻击的一个方式。对，因为康斯伯的这个防守确实是蛮黏的，是，所以说要突破，真是要，就是说你要稍微要强力一点的，对，拿出去年那种冠军的那种魄力，对。那康斯伯在稍早的这个复赛的第1轮的比赛呢，是打败了一组第2的灰龟，是。那有了稍早第1场比赛的暖身所以在第2场感觉这不论是攻势或是在防守都放得比较开一点。对。那其实进入到中午之后的赛程就蛮密集的从12点半开始，这每一支的队伍中间是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要连打3场比赛了。对。那当然，这个比赛的时间对于选手来讲，可能在用餐方面，这个可能就需要蛮头痛的。不知道是要比赛完吃，还是要在比赛前先简单的用餐一下。一般来讲，我们是如果说遇到这种状况的话，通常会先用一点，先要吃一点，但是尽量不要吃到饱，就是说先吃个点心啊，或是比较流质的一些部分，那等比赛过了这个比赛完了之后再来吃，再来用餐，大致上是会这样子。那因为他这次要连续比赛，所以说你可能会着重在就是说流质的食物，但是你要一直去补充，你这样子对你的比赛的过程会比较好一点，而不是说一直吃饱，然后就在那边等，没有办法，就是说，你肚子饿可能会吃一点流质，这样子一直保持的这样子下去，对。我们也很常看到，在这个运动员方面这个水果像香蕉的部分，也是一个非常好在这种密集赛程当中的一个补充品。对。然后在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现在继续要来进行第2局的比赛。是。在第2局的攻势是要由阿拉瓜瓜来这边先发球，中间，哇，变线，这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第3球了，是由康斯伯生记在网上取得优势。对。哇！发球太小力的挂网。是。
是压得太低了，对。4号位，好球，又来了。挡下来之后，还是有让是4号位唐斯伯第二波攻势。哇，动脑筋。哦，这球是有压线哦。阿拉瓜瓜这边，哇，这边感觉抗议的动作蛮大的哦。是。来看一下刚刚这球的慢动作重播。要看一下。哇，球场的线是黄色这条线哦，是黄色这条线。哇，经过改判是出界了。因为在比赛当中是没有丝线员的，所以对于这副裁判、第二裁判的这个部分，要协助哦，完全协助的。需要这顾及的面向来讲会比较广哦。对。拦网来看一下，他是直接打到标杆，对，判给了康斯伯。对，举球举得太外面了，对。是不是有球进场？对，没错，隔壁场地的球又跑进来了。吊球，这球打得漂亮。是。8号的王巧玲，这球就不用这个强攻了，是用这个挑球的方式在前排拿到分数。改变一下方式。哎呀 ，lucky ball， 这一球，对，打到网子爬过去。3比3。哇，接发球失误。要轮到曹子轩的发球，好球，来走。4号位，哎呦，这球拦网吞下去，对，吞下去了。当然，那个拦网手啊，太开网了，就把球吞下去了。球，中间，哇，他球，连续2球的拦网，很可惜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回击。是。哇，弹到了网子，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来做回击了。对。红一星要继续的来发球，阿拉瓜瓜是连下了3分。对，3分。哇！直接打。对，石奇哇，在前排中间的位置找到一个空档。是。好球。发力太大，出界。队长要叫暂停，就才会对。康斯伯这边在被阿拉瓜瓜连打了5分之后，有点受不了了，要喊暂停了。调整一下，赶快。
在最近的几球可以看到，在康斯伯前排有点讨不到好处。对，啊，这场比赛确实双方的实力上来讲，真的是蛮接近的、哦。是，没错。刚刚在第一局阿拉瓜瓜虽然是落败，但是最后这比分也很接近。对对，就差2分。是。好，暂停回来，现在比赛要恢复进行。赶快爬起来哦！哇，这一球的攻击打飞了，没有包到。康斯伯暂时是终止阿拉瓜瓜连得5分哦。是。涂一真的发球，中间，还没有人补。4号位，哎呀，非常强势哦，拦网下来，但是后面的队友没有办法接应。阿拉瓜瓜在第2局可以看到比较多尝试哦，在这种前排的攻击了。好球，好球。拦到了，还有中间吊球，哇呀，被吹连击了，很可惜哦，这一球感觉是也是做出了呛死出来。是，啊，这边是发生了失误。缓一颗回去。对。啊，叶雅琪。哎，再掉一颗，哇，奏效。啊，这种变线的攻击都会让这个防守方会比较难反应。对，反应不过来，突袭一次。在场上，因为刚刚在争抢这个拦网球的时候，还是有选手跌倒，所以安全起见，还是要把这个地板上给稍微整理一下。没错。打4号位拦到了。还是有3分的差距，对。啊，曾敬贤的发球，中间好球，打后排这边拿到了分数。啊，连奕梅刚刚在前排，虽然在拦网的部分上来讲没有讨到便宜哦，不过刚刚这球打得相当的精彩。哎，触网了，跟触网了，对。
中间好球，来那边再一颗，还有，哇，连续的2波。是阿拉瓜瓜虽然都是有拦网挡到，但是角度并不是太好。对，哇，康斯伯追回来了。11平。吊球，吊球，啊，这边是先被吹了2次的哦。对，连击，连追4分。啊，现在反倒是阿拉瓜瓜这边要叫暂停了。是。在第2局的比赛，刚刚阿拉瓜瓜是一度有3分的领先哦。对。啊，被康斯伯这边又努力的追赶，现在变成1分的落后了。对。可以看到，在康斯伯生技这边，球队的气氛真的是蛮好的。对。通常打排球的这样的气氛一定要不错啊，是，对，要不然，不能有任何的一些小团体啊，怎样，对，要不然打起来就会很奇怪。当然是打球，希望大家可以从运动中找到快乐哦。没错。哎呀，暂停回来。今天好像蛮常看到暂停回来之后的第1球发球都是挂网失误。是。教练要得1分。来看一下阿拉瓜瓜，这边又再度不过裁判是吹阿拉瓜瓜，对，触网，对，康斯伯触网。哇，小球要发小球，这球有点可惜啊。对。10号的叶雅琪要来发球。哇！直接从上面打下来，角度也是相当的刁钻，是跳得很高啊。这球拦网没有成功。哇，阿拉瓜瓜这边要把握住这一波攻势。对。哇，漂亮！4号的洪一新，在前排这边不跟康斯伯来碰直拳哦，是一个调短的方式。对，轻轻拨一下。吊球，还有，再一次的攻击，直接打斜线。这球康斯伯虽然是有拦网到，但是角度是比较偏，没有办法再救回来。对，他加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康斯伯要再喊第2次暂停出来了。对，看有没有效果。
不过我们刚刚在前面几场比赛也有跟邱教练聊到，其实，在台湾的排球从事人口当中，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对，越来越多。尤其在近期，除了这个台湾的企业排球就有带动了这个收视族群之外，是其实一些外来的一些像是这个动漫像这个日本很红的《排球少年》对。在今年初上映的时候，真的是广受好评哦。没错。所以透过这个，不管是这种影视产业，或是这种电影啊，这个可以更来带动、更吸引更多这些观众来从事排球的这项运动。对我有的学生，就是像美校的学生，也是看完《排球少年》之后，再来跟着去练排球的。是哦，也非常的认真啊。对。反正《排球少年》是真的好看啊！对，是没错，对。好，暂停回来，但是康斯伯这边是没有办法要到红利分哦。对，没错，突袭一下，改变一下。8-14。这球漂亮。对。10号的发挥了。石子云。对。第一局没有什么发挥啊。哇，界内。好球，再来。打后排这边被挡了下来。来，4号位修，好球，再来，4号位，哇，发力太大了。对，打得太长了，要换人了，调整一下体力。6号的吴宇璇要进场。有点没有算到球的落点。是。同学，拦得漂亮。涂一真刚刚这一球，在前排的拦网得分。对。球，哇，漂亮！石子云，在第2局这个点位上来讲，已经是拿了不少分数了。真的，刚才第1局他没有跳出来啊，第2局他跳出来了。场边在刚刚康斯伯在救球的时候。这边又是有身体跟地板的接触，小球，来好球，这球回击的比较强劲，所以没有办法有效的救起来。4号位，在4号位，哎呦，这一球看到压线得分，没错。3号的李启林，阿拉呱呱在第2局打得很强势哦，想要把这个战线逼到强位局。对。
这一颗，哎呦！康斯伯这边要来小心喽。第二局，阿拉呱呱出现了局点。对。发球加压。康斯伯这边再度的更换选手，13号的曹子轩进场。这球救起来4号位。拦网出界，哇！这一球打得很精彩哦。阿拉呱呱8号的王巧玲刚刚在最后一球举手，本来想要来他处理，但这球感觉是有点骗到了康斯伯，所以在防守的部分呢是有点错位的。对。好，那第二局的比赛看到阿拉呱呱打的是很强势，25-17，哇，这个分差来讲又比第一局这边这个康斯伯领先的2分还多了。双方2局打完1-1的平手，待会要准备来进行第3局决胜局。那当然在决胜局，双方也是要先来直铜板来决定是这个谁先发球，谁在哪边哦。对。那进行完前面的2局，我们这边也请邱龙斌邱教练来简单谈谈2队待会在第3局的战局有什么变化？我觉得阿拉呱呱那个10号是这个紫云，对，紫云在第一局他没有什么发挥，对，在第2局的时候他发挥的真的是淋漓尽致，打的分数非常多，对，相对的就是说他攻击点出来的话，假设第3局他的发挥跟第2局一样的话，我认为康斯伯会很难打，对。那另外的话，康斯伯的话就是看中间的那位中间的那个最高那位看怎么样去打，对。那因为他轮到后排的话，可能另外一位的中间可能就会比较难处理，所以说目前来讲，我觉得是一半的，但是我觉得阿拉呱呱的，可能会分数会比较领先一点吧，是对，只要他自己不要 miss 太多哦，不要失误太多，我相信应该会比较容易取胜这样子。刚刚邱教练所提到的这2位的选手，应该画面上看起来这个比较高的8号跟9号2位选手，对，8号，对，林奕梅跟涂奕珍这2位选手，待会在第3局可能就是要看这2位选手没错，能不能跳出来哦。对，他们要找到主要的一个攻击点。对，那个阿拉呱呱就是10号的紫云，对，紫云。好，那在决胜局第3局的比赛，在赛制方面是打15分哦，也是跟这个平常这种5战3胜的比赛当中，最后一局是一样的。是。好，在第3局的比赛是由康斯伯要来先发球。对。哇，糟糕了，这球！这一球举球员的失误。没有，自由球员是，对，送太长了，送到界外去了。廖之玉。哇，这球挡下来，来看一下有没有攻击的机会了。要换的，还给他。中间，对，好球，处理球。哎呦，很黏哦！还有啊！哇，经过了几次的来回，是启林终于在最后一球这边是
打了一个不错的位置。对。哦。发球要注意了，是，对，他上一次失误2颗，发球失误2颗。康斯伯连一枚，哇，漂亮！直接发球得分，但其实这一球的高度蛮危险的哦。对，不过能过就是好球啊。好球！啊，拦到了，好球！啊，呛死了！太靠网了。左路的攻势，中间，巧林再度的要球，这球是强势的打下去，打变线，哎，他只要。不过这边我观察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也跟邱教练来讨论一下。因为在阿拉呱呱的前排，我们看到8号的王巧林这边，在几次的回击都会先跟队友举手要球。不过这个动作会不会让康斯伯这边就能明显的知道，我等一下就要打下一球，我就针对你这个位置来做防守？是当然会，但是就是看你的举球员是要给他，因为他这个他举手。让对方注意到的时候，你也可以把球送给另外一个攻击点。是。所以说这次也有2种效果，看你怎么样。但是这个当你举手的时候，他是告诉你我很有信心的时候，哎，你可以把它处理，就是看他怎么样去处理。当他得分很多的时候，我会建议举球员可以多给他，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如果说他的防守都中在他身上的时候，那当然举球员你要自己去调整，对。所以这边就是要回过来看一下举球员的观察。对，要去观察。对，子莹10号再要发挥了。对。刚刚这球也是从左边来发动攻势。对，4号位置，10号，子莹。4比3哦，阿拉呱呱现在有1分的领先了。拦到了，好球，8号，4号位，哎，守到了，好球，哇，这一球，可惜了，接球接的位置不是太好哦。对。哇，拦网没有过网。对，把球吞下来了。好球！哇 ，lucky ball， 球是打到了网带，又弹下去。是5比5。哇，漂亮！举球员进去太慢了，对。洪奕兴刚刚这一球是很冷静处理。对。
哇，太贴网，糟糕，好球。好球，打到没人的地方。对，在后排中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空档。对。好球，守得好，这球。哎呦，这一球对，打的是很有气势，是没错。哇，紫云果然在这个第2局、第3局开始尝试在左边的位置来做攻势， 4号位的攻击，对，非常收到效果。没错。有，这球是有效的打进。是。隔壁球场的球又滚了进来的。哇！拦网得分，拦到了。我刚刚在局间这边也有这个邱教练这边有聊到，这比较高的选手连一枚，对，这边就是要背负着球队这个拦网重要的工作。没错，对。啊，因为在第3局双方打到第8分的情况下，要来更换场地。所谓的拦网，你拦得好的话，就是最好的攻击啊。是。对。因为反弹回去那个的力道啊，跟方向啊，很难以判断。对。这一颗吊球。啊，吉林连续的2波进攻都没有。啊，拦得漂亮！哇，思琪在也是前排的中间，没错，把这个球给拦下来得分。是。哇，还有救回来，对，还有。有人哨音响起，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触网的情况，待会可能要看一下重播。对。啊，在康士伯的场上，在第3局可以看到，在场上比赛的选手对于场地的维护就比较细腻一点。对啊，特别注意，那个滑倒的话非常危险。对。场上康斯伯喊暂停。阿拉呱呱在得到第9分，也是在第3局，应该也是首度的领先哦。是。精彩的比赛啊！刚刚有提到，在第3局是打15分的赛制，所以双方的比分也是超过一半的情况，要进入到中后半段。所以在第3局的这个观赛的重点，真的从双方的这个防守攻击来讲，转换成这种拦网的表现。对，每一分都很重要。上一届的冠军阿拉呱呱，在今年进入到复赛的第1场比赛就陷入苦战。
到底是待会要继续的打2场比赛，还是在今年的复赛当中第1场就要淘汰回家的呢？是。来看一下拭目以待。对这场比赛第3局的发展，这一球发球失误，这个很伤啊。对面的教练得分。真的在今天的比赛见到蛮多球的，这对方的教练喊暂停，马上下一球的发球就失分。对。哇，中洞。巧玲在这一球也拿到了分数10比9。接球，哎呦，小心！哇，奋不顾身呐！毕竟比赛现在真的是很紧张哦，能救一球对于球队来讲就是有很大的帮助。是没错。打后排的尝试，4号位，对，4号位的攻击。那现在是轮到阿拉呱呱的林依文发球。没有太好的机会，把球还给阿拉呱呱。吊球，哎呀，没有吊过。紫云这一球可惜了，是太靠网了，球太贴网了，没有处理过去。出网，哇，可惜了，这一球送太靠网了。吊球，然后救回来，对，再一颗。吊球，是第2次的攻击，吼吼，改变方式，吊一颗。好，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第1波的攻势没有打到之后，紫云在后面尝试第2次的进攻。那连续的拿分哦，让康斯伯在第3局再度的喊出暂停。是13比11，现在距离这15分来讲，对于康斯伯是越来越远哦。对。还有机会，还有机会。阿拉呱呱，在第2局开始其实就是打得相当的顺手。哦，这球头顶回去，再一颗，好球，好球，中洞，从中间这样子穿过去。子轩发球，子云，哎呦！哇，那
那这边阿拉瓜瓜出现了赛末点喽。是。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同样是交给在左侧的子云。哇，没有打过网，可惜了，可惜了。哇，所以在第3局的比赛，最后拿到胜利的也是阿拉瓜瓜。这场比赛虽然第1局落败了，不过靠着在他们第1局的状况的调整之后，第2局、第3局连下2局，没错。所以在这场比赛中场，阿拉瓜瓜2比1打败了康斯伯生技，比分分别是23比25、25比17、15比12，在这场8强赛当中获胜哦。恭喜阿拉瓜瓜，也是在压力之下。对，这算是他们今天的第1场比赛哦，而且身背的又是这个卫冕冠军的这个压力哦。对呀，对呀。在这场比赛是赢得相当的辛苦哦。没错。那这场比赛阿拉瓜瓜获胜之后，待会会直接进入到4强的比赛要来进行。那我们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待会是有4强赛哦，是有可可多拉要对上的是另外一队，目前还没有出现哦，所以待会要请观众朋友稍等一下，继续再回到比赛的现场。是，我们恭喜阿拉瓜瓜，好，谢谢。
好，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回到第5届格西亚杯全国排球锦标赛的比赛现场。那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准备来进行的是女子组的4强赛的对战的组合是可可多拉对上的是昂诺的赛事。那刚刚在场中的休息比较久的原因呢，是因为昂诺跟旅外在刚刚稍早的假场地是打得难分难解哦。是啊，好不容易就是在第2局的情况下打败了这个强敌旅外，对，然后进入到最后的4强赛哦。对对对。那对于昂诺来讲，其实他们刚刚中间的休息还蛮短暂的、哦，应该不到10分钟的时间。是一个体力的大考验。对，相对于可可多拉来讲，刚刚在场边在这个移场地哦，是练习了蛮久的一段时间哦。对。好，所以看到在这场比赛4强赛当中，准备要来进行比赛的。对，准备看哪一队先拿到冠军的门票。对，同样的这场比赛，2支的队伍都是身着黑色系的球衣哦。对。那待会就来看看，在昂诺的这边是画面上的右手边，那在可可多拉是在左手边。是。那昂诺在从昨天的预赛到今天的复赛哦，是第1场在移场地来进行的比赛，所以在过去前面的3、4场比赛，他们都习惯在这个画面上后面的这个假场地来进行比赛，突然换到这个场地，不知道会不会有适应不良的情况？也是要来观察看看的。要观察一下，对。因为没有看过他们的比赛状况，所以说，好，这样4强赛，可可多拉是率先拿到第1分。打炮4号位，好，打炮4号位，哇，中间后排攻击，这个来中间后排好球，这球拦网得分。昂诺的5号陈以轩，对，这中间拦网拦得很漂亮。中间，哇，糟糕，太靠网。哇，这一球也是打得相当有技巧。是，没错。彭子嘉。我感觉昂诺在前场比赛结束之后，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手感哦。对，好球，这处理得非常有技巧。中间，还有，看救得回来吗？救得回来。不过攻势还是继续交在昂诺的手上。吊球，4号位，有人触网。哦，昂诺触网。比赛的节奏哦就非常快，是哦，就跟刚才我们第1场的那个状况就比较不一样，这节奏都非常的快。最后吊球太靠网了，这球很可惜哦，是一个chance。太靠网了，没有人拦网啊。中间，好球，还是交给5号，他们的中间。昂诺5号的陈宇轩发球，宇轩，有球滚进来的，对，宇轩。以轩看起来也是昂诺在今天这队中身高比较高的选手，也是目前的就是主力了。来中间，好球，哇，可惜了。不过球有救回来哦。对。touch out，回击但是出界了。对。
手接，哇，拦得漂亮，拦网得分。是这个拦得漂亮。啊，这球赵景是回得精彩哦。对，被抓得死死的。9号的尤玉玲发球，换边打，转身。2号的谢帝，这球也是打得相当精彩哦。是。同样是中间，是守得不错，哇，界外。不过这球发力的比较大，所以在接这个回击球的时候是出界的。对。安田，哦，这一球来看一下压线，哇，打到最死角的位置。对，好准啊！手腕运用的非常好，对，手腕运用的非常好。哇，好准，界内。哇，场上出现了暂停 on no， 在开局，虽然是前面几分来讲跟可可多拉来讲是有互有往来哦，但是可可拉多在最近的几球打的是很顺哦。是。那我们在前面一场比赛有介绍到可可多拉的选手，特别是要来介绍一下，再次介绍一下2号的安田江里。对，安田江里是在去年，我刚也查了一下资料，逢甲大学是在大专排球联赛当中是蝉联的冠军哦。那安田江里呢是在上个学年，也是今年5月的事情哦，是拿到了大会的 MVP。哇，所以果然不一样。这个无论是身手来讲，或是他的打球的球技，都是我相信比场上的所有选手都是高一截的哦。对，因为在动作蛮扎实的。对，大专篮球联赛已经算是在台湾甲组的比赛了。是，好球，这2网拦得漂亮。那这边也分享一些小故事，刚刚查到的哦。对，安田江里在来台湾读书已经今年是满3年了，所以算是一个半个台湾人的。是。那过去其实，在他的这个兴趣跟专长来讲，排球并不是他的专长哦，是这个以芭蕾舞专长。是。他只是来到台湾打球的时候呢，意外发现就是可以来从事这个排球的运动。是。所以也带领着逢甲在过去的几年，在甲组的成绩来讲都相当的不错。是。太急了，处理太急了。那安田选手当然在私下跟同学相处、跟队友相处，都希望同学叫他 Ellie 讲，这 Ellie 就是他这个名字哦，江里的这个日文发音哦。那这以上这些小资讯、小故事，也可以透过这个比赛转播也带给大家。是。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来追踪这个安田的这个社群媒体的话，这网络上搜寻很好搜寻得到。那我相信他也很希望跟喜欢运动的朋友来交流。正常，一定的。好，在我们在介绍小故事的时候，可可多拉现在分数是拉开到6分的差距的。安田攻击，4号位，哇！朱天英他拦网，开起球拦网，对。安田攻击，还有吊球，好球！再来尝试一次，哇！连续2次攻击，吊球，好来。中间，好球，还有，还救得起来，还有，吊球，哇，这一球双方来回蛮多次的。哇，8包，
好球，拦的朱天一拦的漂亮，再来，吊球，哎呦，哇，这一分对于昂诺来讲，真是相当的辛苦哦。没错，这样来回波，突然来这么一下子哈，没有注意到。这有时候双方回球的次数多了，其实有时候注意力会稍稍的没有办法集中哦。对，因为他们都会控制到1-2-3、1-2-3那个节奏，你突然第一球就过来的时候，哎，会反应，有的时候会反应不过来。对。安利要发球。好球，好球！4号位攻击，对，他们手腕都非常的好。17号的方芷云，哦，在前一场比赛他就有非常好的前排攻击能力哦。哇，这球接发球接喷的，对，可惜了。安田要继续的来发球，好球，好送呛死了哦，好，快攻，哇，哦，这应该有触网，击球触网了。哦，漂亮，两网回击，这卡法的很好，哎呦，哎，卡法的很好，哇，这没办法挡下来了，在没错左边的攻击，刚刚有提到芷云，哦，这非常熟悉的扣杀动作，对。 15-7。哇，这球也是打得很精彩。对。啊，10号的徐颖佳。好球，哎，2号位，哎，守得好，处理了，有好球，这球救不回来了。对，哇，方芷云在刚刚这个 play 其实可以看到，他从左边打到右边哦。是。哦，就不晓得他的这个移动是怎么可以如此的快啊。好，场边又再度的出现了暂停。好，那在今年的女子组的比赛当中，4支进入到的4强的球队，包含在这场比赛看到了可可多拉跟昂诺之外，在另外一边的场地，另外2张4强的球队分别是弘毅橡胶跟阿拉呱呱，阿拉呱呱。那其中这弘毅橡胶是在今年所有的这个球队当中唯一一组成功的下课上的球队哦。是，所以相当不容易。在前一场的比赛是下课上击败了 C1 组的一帆文具。来看看待会另外一场的比赛，弘毅橡胶是不是可以再度的打败强敌阿拉呱呱，待会进入到冠军赛，这也是一个另外一场地的看点哦。对。好，暂停回来，继续是可可多拉发球，打11号的朱天一。中间，还有高打点，
哇，力量太大了。对，界外。那个说到朱天英呢，是我那时候带国中球队的时候，他打迷湖国中，很好的一个举球员，对。那后来他去读内湖高中，读了一半，然后就没有继续打甲组了。哦，对。但虽然没有打甲组，但是还是非常喜欢排球这项运动。没错，他大学也是读那个辅仁大学啊。是。当我们的学妹。表现那他那时候辅大的那个乙组排球成绩都还蛮不错的，对。当然就是透过这格西亚杯可以让更多这个持续发展的。对，虽然没有在打甲组，没有在顶级联赛进行比赛的选手，可以有一个发展，展现球技的空间。没错。这一球看到是出界了，对。好，接的到位了，中间，哇，拦得好，哎呀，厉害，cover 得很好，再来，还有，哇，好球！哦，哥哥多拉这一球的球运相当好哦。这个拦网本来看起来是要掉地了，但是反而被这个轻轻一举又举回去了。没错，就刚才那个 cover 得很好啊。对，本来那个阿弄拦网的那一球真的非常漂亮 ，cover 得很漂亮。中间吊球，吊管这边收到成效，陈宇轩。然后这边做选手的更换了，9号的庄祝珍进场。吊球，对，哎呦，好球，再来，斜线的，哎呀。角度相当的小，所以没有办法救起来。对啊，安田直接打斜线了。19比11。中间拦的没有了。这球照紧，虽然是拦网碰了一下，但碰出了界外。对。好球！哎呦，直接打这个点位，没错。2号位的攻击蛮犀利的。嘉瑜发球，好，到位，来，中间，哎呦，尝试再打底角，可惜了，当然是出界，太长了。4号位，来，还有，哇！这边是直接打到了前排选手的身上哦，没办法举起来，照紧。哇哦，直接S 得分，带着瞄准镜呢，直接打进。哇，队长周梅轩是。处理球，4号位，哇，还有
哎，哇，这球已经没有办法了。 4次了，对，已经4次了。场边在可可多拉喊暂停。是。虽然现在有6分的领先了，不过刚刚可可多拉是一度来到了这个9分的差距哦，所以在最近的3分，昂诺这边也是追得很勤哦。对。那现在握有6分的领先，比分来到21分。可可多拉这个暂停，我想多半也是来调节场上选手的体力跟休息一下。没错，让节奏稍微放慢一下。对。毕竟刚刚可可多拉。 就如同赛前提到的，他们在前场比赛真的休息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对。暂停结束，还是由梅轩来发球。 中间没有太好的攻击机会，把球打回去。在4号位，哇哦！安田的攻击吊球，来看中间吊球，哇，可惜了。徐颖佳这个变线的攻击得分，处理得很好。 刚才这球，尹佳其实看得蛮清楚的哦。对，在右侧这个部分有一个非常大的空档。对。好。哇！连得2分，好球。这个可可多拉要赶快要追1分回来啊！要止血一下。是。最后，还有哇！还是交给安田。对，这球也是打很强势哦。是。让昂诺2位的选手都已经弯下身来，还是没有办法来把这个球救起来。对。 不过在昂诺前一波的攻势真的是从原本的21比应该是13哦，是连追了蛮多分回来的。安田将力发球。 好球！哇，好球！好球！好球！2号位的一个攻击，也是一样，2号位啊，同样的，有点跑太过头了。昂诺9号的庄淑珍。 想要到前排来支援了，但刚好在后排这边就出现了空洞。对。拦网触网，拦网触网了，压的太多了。 可可多拉在第1局的比赛出现了局点，是。好球，拦网得分漂亮，是，直接拦回来啊。 陈以轩在前排的表现上来讲，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拦了蛮多球，有得分哦。没错。球。
右侧的攻击被篮网挡了回来。吊球，球太靠网了，对，还有机会，加油！昂诺在目前来看哦，是准备了前排的3位选手都准备要来拦网。是，哎呦，没有配合好，哇，拦到啊，可惜了，大炮没有打过了，哎。然后，所以在第1局的比赛，第一个局点是由科科多拉就直接拿下25比20。在这场比赛，其实，在前半段可以看到双方的节奏打的是蛮快的哦。对。在这种节奏快的情况下，感觉昂诺这边是找不到优势的情况下，稍微在暂停之后调整自己的攻击节奏，有这个把分数快速追回来的趋势哦。是。但因为在前面的这个落后的分差是比较大的情况下，所以才在后面这追分的阶段来讲是比较难去把这个分数给追回来。没错，对。好，所以第1局打完。科科多拉25比20，在第1局是率先拿下。第1局，对。当然，在科科多拉的场边的焦点哦，真的我们还是要一再的给安田多一点镜头。没错。他在这几场的比赛当中的运动能力的展现上来讲，真的都是相当的优异跟亮眼。协调性啊，各方面的一些反应啊，其实对他的脚步啊，各方面都还蛮标准的，是，对，真的不容易啊。因为刚刚听他的小故事是从芭蕾舞这样子转型过来的，所以说表示他之前在日本呢，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接受过训练，这蛮难得的。但我想对于这个任何的比赛，尤其在这个学龄阶段，我们都还是很鼓励。大家多元发展不同的运动、哦，对，当然就是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兴趣，再往下的发展的。所以，我们在转播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基层的教练，教练这边也提到，当然就是如果你是棒球专长的话，他们也会希望你有机会去打篮球，可以去从事其他的运动。对，当然在这不同的运动当中，可以锻炼身体不同的部位，对，然后也可以找到这不同的兴趣，不一定是要以这个可能专一的项目。对，没错。因为你如果说你虽然是专一的项目会很强项，但是你其他的一些运动的能力就会降低，所以说这倒是是可以去修正的啦。就是说你多尝试，虽然是以一项的为主，但是其他的项目要跟着去多尝试，你这样子的其他的激励啊、机能啊才能够提升。是，对。像我们很常在透过这种社群媒体看到，在美国的一些选手。都是那种双栖选手，对，没错。打美式足球之外，也有去打棒球的，还有在篮球的也有，都有。对，他最后在做自己的一个职业性的一个选择。是，对。好，经过局间的休息回来，在第2局的比赛要由科科多拉来先发球。好，4号位修正，来，中间吊球，4号位攻击，还有好球，哇！哇，这球出界了吗？出界了。对啊，刚才你看到安田救球，对不对？直线的一个救球，你看反应非常快，对啊。这球对没有救起来，对，没办法了，失去了。自由球员16号的翁云修。好，中间，来换中间，哇！闪过了，
左侧的攻击这边救了起来。对，好球。是要，哎呦，太长了，哎，没有人打，有点沟通上的瑕疵，但是还好没有掉球。对，还有后排攻击，很铁啊，这球回击挂网。是。接球了，中间，哇，做太矮了，打到了网带上，是高度不够。科克多拉这边是换上了第2位的自由选手张芷金。我们刚才在赛前练习的时候看到，其实他们队上的阵容已经是可以2队互打了。是。还有好球，还有4号位，还有拦得漂亮，掉球了，安田，回来再来，再一次，再处理，哎呦，漂亮，打到手。这手腕运用的非常的巧妙，非常好。3比3的平手。前排的拦网是已经碰到，所以改变球的轨迹。好球，这球做得好。还有，救不起来。在前排的8号选手，9号选手这边是尤玉玲。对。拦了一下之后，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球顺利的带起来。是，把球吞下去了。这一球分数判给了昂诺，是打太长了，出界，直接出界。场边科克多拉喊暂停。是。第2局的开局就对于他们来讲就有点比较没有那么顺利了。对。当然双方尤其是昂诺可能在前1局结束的时候，这边可能也是及时的修正一些问题所以在第2局这边反映在分数的进账上。那刚刚有提到昂诺在这个8强赛的部分是碰上了旅外刚刚在前场8强赛2比0打败的旅外。是。那在科克多拉，前场比赛是面对到蒙妹帕排球，也是2比0直落2拿下胜利。安田，漂亮！安田手腕转得非常好。他手腕用得很好，对。接发球这边没有处理得很好。对，脚步没有先动。玉林继续要来发球，来2号位中动，
刚好是打到了前排2位的选手，这安田跟赵景中间。小球，哇，也是个 lucky ball， 碰到了拦网之后，马上的下坠得分。是小球，中间，对，直接往人墙来做攻击，是直接往外面打。虽然第2局可可多拉现在是落后，但是分数都有咬住。对，哇，这球很飘啊，下坠的很厉害。直接发球得分。是江嘉瑜。刚刚这一球，尹家拿到毛巾，以为是要给他擦汗的，但是是要擦这个地板哦。是哦，刚刚这个场边的花絮还蛮有趣的。还有好球，中间，对，哇，这球直接弹到了3楼啊！那赵景这一球扣杀力道是蛮大的。是避开了中间7号的拦网，对。好球，哇！连续的2球发球都蛮有效果的哦。是，连续得3分的。对啊。连续被得分，所以可可多拉在第2局现在是原本落后，现在反倒领先了。对。昂诺这时候叫暂停。是。那当然，在前面的几场比赛有提到，因为现在。正值夏末秋初，所以天气还是相当的热哦。在暂停的时候，场下的选手真的要多补充水分。好，暂停回来要继续给嘉瑜来发球。哇，好球！第2次直接做攻击，要注意接发球了。对，安诺要注意接发球了。好，来2号位，哇！这边掌握住苏珍，居然没有拦网，被人家打下来。可可多拉的中间没有拦网。要来把握自己的发球。对，哇！处理了，好球，中间，安田这一球，对，手拿高，手腕转动，好球，还有，好球，转直线，看一下这一球没有打到防守员的手指，对，没有助跑，安田没有助跑，所以说，高度没有出来。10比10，处理了，好球，来，哎呦，
中间拦到了，没有看吧？对，人家看到都重点会放给中间了。好球，中间再给他，哎呦，就是要给他，哎。在第二局的比赛也是相当的焦灼。是。安田发球，好球，哇，飘出去了，力道比较大哦。对，一个发球失误。是。吊球，哎呦，来不及，后防都来不及。感觉科可多拉渐渐的在第二局的中后半段有改变了一下战术喽。对。完，这球直接得分，是没有注意。哇，这也是在这场的4强赛当中赵景的第2记 S 喽。对。互相的看，你看我，我看你。好球，糟糕，哎，处理，好球，中间，哎，修正，大炮吊球，修正呢。球这一球后排的选手有碰了一下，如果这球不碰，很有可能直接出去了。好，昂诺在这个时候要喊第2次暂停了。14-12。现在对于昂诺来讲，真的是陷入苦战哦。对。需要稍微去调整，再赶快来调整回来。那在暂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请教一下邱教练哦。如果你是昂诺的教练，或甚至是昂诺的选手，面对到科可多拉有蛮多名运动这个能力条件不错的选手的话，会如何来面对这些选手呢？一般来讲，我还是会你要抓出来对方的主要攻击手是谁。就是说，他的得分能力越强的人，你可能会多把重点放在他身上。是。那其他的可能就是单独一个拦网，因为这个可可多拉的这攻击点确实是蛮多的，而且他们的节奏很快。你的中间，如果说你是单人拦网的话呢，中间单独拦网的话呢，真的都会来不及。对，你几乎都会来不及，所以说会来不及的话，你相对他只要打你的手，他就改变方向。所以说你必须可能你的拦网点要变多，哎，这是需要求的。那另外就是加强防守，是，哎，防守跟接发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要先完成，这样子。在这场4强赛也看到昂诺其实在接发球的部分也是有丢掉了几分哦。对，你看人家修正调整哈，他可以调整的过来。好，中间，对，后排处理，对，安田处理来。大炮，哇，没有了，好，要组织攻击了。过去的几球，科可多拉这边都是掉短的。对。突然的变线打后排收到了效果。我倒可以建议，其实可可多拉是可以多攻击啊，因为你吊小球的话，因为他对方一个人拦网，后面举球员一定是在后面等你的小球，所以说倒可以主要，因为他们攻击点也非常多，所以说这根本不要担心。哇，这一球，对，反而
反而这几球阿诺的攻击都很敢打，对不对？其实当你的防守差不多的时候，你的攻击确实是要敢打。不过我想，可能科格多拉的攻势来讲，也是想要等到安田轮转到全排哦，才有比较多这个考量。对对，后排，前排打，后排也打，是全方位的选手啊。他的手腕运用的是真的非常好，对你比较难掌握得到。15比15。拦网下来，但是昂诺这边救回来。好球，转直线。打后排哦，收到了效果，止云。好球，这球救得漂亮。哎呦，手腕运用的，他手腕运用的非常的虽然前几球科格拉多在这种吊转是没有占到上风哦，不过这一球还是有效率的拿到分数。是17-15。好球，哎呦，做几球挤得太靠网了，对。我发球太大力了。是。好球，救不回来。是。转的斜线转得很斜。好，现在安田是轮转到前排喽。对。可能在最近的几球，这个会比较多这种力道比较大的回击球。哇，发球失误。是。朗弄要轮到徐颖佳的发球，小球，来接得到，来2号位，好球。这时候的那个攻击点就非常多，所以说那个昂诺的那个拦网呢，比较难抓得到。对。哇，太巧！拦网出界。对，这边昂诺也要稳住啊。是。再一颗，这边的攻击，还有哇！虽然挡了下来，但是这球的滚动的轨迹上来讲是不利于继续的攻击的。哎，安诺还有机会哦，调整一下。手
间，好球拦得漂亮，哎呦，哇，呛死，没有了。看安田，啊，他吉奥，真的整场比赛都看他表演哦。是看他打他吉奥，对。中间的攻击，还有，看能不能救回来。对，哎呦，这个举球，他想要吊那个突击啊，结果呢手滑了，他想要把球推过来。对，昂诺的失云，对，可惜了，意识到了，你看他本来要把他推到那个安田的后面。好平，来4号位有了，安田吊球聪明，还有马上回击，对，还有，昂诺这边2颗都守了下来哦，好球，哎呀，哇，地板滑是地板滑，是安田滑了一下，地板失误，对。科克多拉还是2分的领先，对，还有机会，加油！隔壁场的比赛应该是结束了，在比分方面，阿拉瓜瓜应该是2比0直落2打败了弘毅橡胶，是，所以当然阿拉瓜瓜要再度回到转播桌来进行冠军赛了。对，没有包到，来，哎呦，他几号？2比21。中间，哎呦，拦得漂亮，拦网得分，对，拦得漂亮，在前排的朱佑柔，是，这球拦得漂亮，刚好是把这攻击的路线完全封死了。是。哇，那现在场上反倒让科克多拉要喊暂停了。对。这个分差是没有办法拉开，反倒是让昂诺把这个比分给追平哦。尤其在第2局的末段，对，要来抢25分哦，赶快先来喊个暂停，稍微喘口气。对，喘一下，扣一下。过去的几球昂诺其实都发挥相当强的韧性哦，尤其在防守方面做得相当的好。是。哇，这球不错。直接打后排。攻击，好球，很甜。攻击，哎呦，手网，好，修正啊，中间，还有，哇，救得回来吗？还有，哇，救回来了，啊，糟糕，哎呀，昂诺后来居上，对。23比22啊！赶快用技巧性的，哎，小球，
刚在前一球，可可多拉其实在前排的组织上来讲，已经有点乱掉了。是。恩田吊球，还有再救回来，直接打，哎，好球。还有，这一球哎呦，救不回来了，很拼，很拼啊！徐颖佳刚刚这球已经尽力了，对，没错。紧张的第二局，现在23-23的平手。哇！这时候发生了一个接发球失误，对，非受迫性的失误。没错。现在可可多拉来到了赛末点喽。对，安全发球，要把握这一球啊！安诺加油！中间，哎！哦吼！这记在中线的扣杀，哇，同时也结束了这场比赛。哇，刚刚这一个球在造景的中线扣杀哦，是终结了昂诺前进到冠军赛的梦想门票。是，我们恭喜可可拉多。对，这场比赛最后的比分是25-20、25-23，可可多拉2-0。对。直落2打败了昂诺，待会前进到了冠军赛，要来面对到的队伍是刚刚在隔壁场地获胜的阿拉瓜瓜。哎，我们恭喜。好，那结束这场比赛之后，我想两边的选手都要稍作休息，因为除了赢球的可可多拉有冠军赛要打之外，昂诺也有铜牌赛要打，是，所以要好好的这个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对。那我们也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喽。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您在今天9月14号的下午3点半继续透过 HubSport 以及动之 YouTube 频道共同直播的第5届格西亚杯全国排球锦标赛。那今天的赛程准备进入到了最后一场的金牌赛冠军赛的，是要由可可多拉对上的是阿拉瓜瓜。这两支的队伍其实还蛮绕口的没错。好，那这场比赛的转播服务工作是由我主播赵人员以及专业的讲评邱龙斌邱教练跟我们一起来欣赏比赛。教练大家好，大家午安，辛苦了。两支的队伍呢都在刚刚稍早的4强赛当中获胜都是10多2的方式打败了对手。是。那当然，在这场比赛的看点除了在前场比赛提到的这个可可多拉有这个准 MVP 的选手这个背号2号的选手安田，对。但在另外一边在阿拉瓜瓜的部分要来挑战看看能不能在格西亚杯的这个比赛当中取得这个冠军连霸对。就要看他们稳定的表现了。好，那这场比赛准备要马上来展开，是由可可多拉来先发球。这一球是没有打进标杆内，是从标杆外面。阿拉瓜瓜先拿下了第1分。中间，好球，还有，捞到了，可惜了，没有接外。我觉得这场比赛，因为双方的实力真的是还蛮相近的，对，很有可能打到第3局要看，爸包，还有，就看谁的失误比较少了。是，中间快攻，吊球，被拦到了，好球，节奏都加快了，双方。想要在这个比赛的前半段就先把这个领先的优势先拿到。对。安田呢？对。这球救回来。好，中间。对。在前排9号的尤玉玲。是。不过，在可可多拉跟阿拉瓜瓜这2队都是在昨天的预赛当中是分组第1，所以在抽签的部分也是抽到长签，所以对于他们2队来讲，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他们的第3场比赛而已，所以对于双方都公平的对。好，4号位。好球，拦网的回击。对，看10号那10号是子晴啊。好球，发力太大。触网，这分还是吹给了可可多拉。对，因为阿拉瓜瓜拦网的时候触网。哇，太大力了！右侧的攻击吊小球，对，10号拦到了，中间。又拦到，哇！在这边的接应思琪在前排有一点慌乱是，铜墙铁壁啊！Lucky ball！ 江嘉宇刚刚这球是直接发球打到网带上，又弹到了对面的场地内。到4号位，好，还有安田，好球，救得回来吗？救不回来了。现在那个
阿拉瓜瓜在打快攻的跟时间差，所以说如果说他只有单人拦网的话，真的会比较辛苦。是，交给右侧，好球，安田碰了一下之后，还是继续在进攻当中哦。对，来修正中间，来安田吊球，还有，再救回来。对，篮网来看一下，在安田这个多拉还处理了是好球，这手腕的。在多次的来回，是阿拉瓜瓜这一分拿得相当辛苦。对，把球用压的压过来。吊球，好球，漂亮。对。他调那个对方举球的位置啊，身高比较矮。科科多拉这边要轮到安田的发球，哇接发失误，发得漂亮。直接打到了后排的位置哦，直接压线。是。9-5。发球的是紫云，吊球仰过去，哇，贴到界外去，聪明。阿拉瓜瓜这3位前排的选手都是身高比较高哦。哇，这球漂亮，界外哦，但是是打出界。对，自由球员闪得很快。对，啊，这边背号9号的玉林要进场了。哎呦，直接掉过来。啊，前排的篮网这边是把球推到了后方哦。是，没注意。10-7。还是救回来。还有，中间4号位推长球，对，4号位，哎呦，好球！啊，连续几波的处理，科科多拉都处理相当好。哇，这也是前面几场比赛讲到的，只要这个防守稳定住，就有机会可以来得分。对，先把球防守起来，才有第2波攻击。是，没有防守就没有攻击了。过来了，好球！哇！已经是尽力了，天一是扑下去，但是这球没有扑到。是。哇！很聪明，选择放掉。是界外。
球，这边的发动，得分的是4号的艺兴哦。好球，来，安田，还有，再一颗，哎呦，打后排这边是压哦，是有 touch out， 赢赛，界内，哦，是直接是压到线上，压到线上。哇，接发球。对，在后排的接发球这边，第一局是已经看到有2次这种接发失误对产生了。中间，打得相当的凶。对。14比10。哇，接过去，还有，好球，来。哦，这一球没有过网哦。是。那由于是连续打3场比赛哦，看到科格多拉更换选手的频率是还蛮高的哦。刚刚有提到他们在今天哦来到球场的球员人数，其实哦可以是2队对打了，是已经有超过12名选手。中间，哎呦，出界。所以兵多将广的情况下，对于场上的选手的体能调配上来讲，就能看得出这个优点了。是。啊，发小球就失误，已经2颗了，哎。好球，佳宇的发球，还有，哎呦，举球手滑掉了。曾敬贤这一球的举球相当可惜哦。对。必须要减少失误的产生，没错，阿拉瓜瓜才有办法继续的把这个比分给缩小。哇哦！直接发球得分，江嘉瑜。对，直接 S 球。哇，拦得好，还有，哇！这边阿拉瓜瓜救不起来，是。我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的分差喽。对啊，阿拉瓜瓜那个可可多拉啊，针对10号啊，加强拦网，对，加强他的拦网。所以在这个时候，阿拉瓜瓜是喊出了暂停。是。今天在前面的几场比赛看到，其实可可多拉在发球方面的表现上来讲非常的稳定哦。对。除了在这个直接 S 得分的情况是蛮多的情况下，在发球的失误、过网失误上来讲，我其实很少看到可可多拉这边有出现发球失误的情况产生。没错，他目前来讲是失误率是0的，那阿拉瓜瓜有2次失误，所以说这样子来回来讲，就分数就会相对会差一点，哎，所以说稳定性要够，这个稳定性。好，暂停回来，继续是嘉瑜发球，左边的攻击，没有拦网，打在线内，是，居然没有人拦网。
中间好球，后排挡了一下，哎，球哇，球进来了，干扰了。这球科科多拉来讲捡回一命。安田，好球，好球，哦，直接打到了底线上哦。是，打两个球员的中间呢。19-13。好球，中间，哎呦，直接漂亮，闪过的，对，闪过的中间在前排中间的位置。是，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哇，失误了，大意了哦。左侧的攻击，拦网这边挡了一下之后，有没有2波的机会？再来，吊球，好球，防守的好，哎啊，好球，安田厉害，扑得好，吊球，再一颗，要处理了，对，好球，连续几球在中间阿拉瓜瓜的左侧攻击，哇，守得好，再来，有了，好球，哎呦，还有，还有，哇，还可以救回来啊！哇，没错这一球已经来回已经至少有10次了。对，还有，啊，11号的天鹰，朱天鹰，他改变一下，对，他刚刚也是有点感觉嘴唇有点受伤的情况，下场休息了一阵子哦，现在回到场上。哎，紫云，哎呦，哦，这球，对，挥，站得太前面了，对，挥得太长了，对。20-16。哎呦，这球真是 lucky 啊！啊，刚好发球得分是一个 lucky ball 打到了网带上。对。思琪要继续的发球。哇，被拦回来了。前排的拦网这边没有办法再救回来。对。哦，可可多拉从原本的6分领先，在暂停结束之后，现在只剩下2分了。对。哇，稍微的终止一下这个失分哦。对。朱天一发球。哇！前排的队友碰了一下之后，后面的安田就没有办法来处理了。是。21-19。对。
哦，这边应该有他对，有叫他举，他举奥。方芷云现在要来发球，哇，没有接好，好球，来，交给安田，吊球，好球，哇！哦，这个球天鹰举的有点开网，所以安田赶快就处理一下，用吊球的方式，暂停。场上阿拉呱呱要来喊出第一局的第2次暂停哦。对，一度是有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在阿拉呱呱这边是有把比分给缩小到只剩下2分的落后。那现在又让科克多拉把这个领先的优势要到4分了，而且在第一局距离25分也蛮近的了。对。在这一局可以看到，在科克多拉就比较长，在回击的时候是掉短了，在掉短的时候拿到分数，比较灵活的攻击，多元化的攻击，这样子让对方摸不透。是，对。那即使前场比赛在场边阿拉呱呱是比较早打完，有这个看比赛勤收一下，是，但可能在这场比赛这互相较量的过程中，发现怎么跟上一场不太一样。节奏都不一样，对，好，安田，好球，要处理了，哎呦，哇，这球再救起来，对，还有没有？哎呦，哇，这一分阿拉呱呱拿得漂亮，是。23比20。哎呦，这球是救得太后面了。对。所以在第一局，科克多拉是出现了局点。哇！这边直接得分。哇！自由球员在后排的中间的位置哦。是。周轩曼这球有点可惜，没有处理起来。对。所以在第一局的比赛，科克多拉这边是25比20，在冠军赛的部分，第一局率先拿下哦。是。那我们这边请邱教练对于第一局的比赛卫冕冠军阿拉呱呱，我这边会落后5分的情况，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讲解。我觉得他自己的一些小瑕疵哦，会产生，因为发球一些失误啊，还有他的那个拦网点可能比较少一点。是。对，没有像那个阿拉呱科克多拉。对，科克多拉那么多，而且他那个。科克多拉他那个防守完的攻击点啊，都会有出来。是，对，他们站位啊判断的是蛮快的。所以说目前来讲，我是觉得阿拉呱呱慢慢去做一个调整，然后修正，我相信应该是还是有机会，因为接下来就看阿拉呱呱的10号，因为他们的重点的10号是对他那个拦网的时候有把他拦下来，看他怎么突破，这样子。刚刚其实我也提到，两边的选手实力其实蛮相近的。对。待会真的是非常高的机会，阿拉呱呱感觉会在第2局扳回一城哦。是。但主要还是要来看阿拉呱呱的选手能不能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是把刚刚前一局的这些缺点给修正回来。没错，对。除了刚刚在教练提到的这边发球之外，他们的接发球其实也是需要再稍微调整一下的。对。因为尤其刚才最后一球，你看自由球员不知道是因为场地的问题吗，还是怎么样？所以说不了解状况，所以说要赶快去修正一下。对。
对，那就来看看两队的选手在这个局间的休息之后，待会会不会有所以更精彩的表现哦，来展现出来哦。是。还是要再提到，在现在这个天候状况上来讲，还是相当的炎热。可以看到这次大会，真的也是准备了蛮多降温的器材，包含在画面上看到这种大型的电风扇。对啊，这个感觉是在工厂才能看得到的电风扇，就搬到了体育馆来了，让场上的温度可以来适度的下降。对，这一定要不然大家的身体会受不了。是。好，那准备要继续来进入到第2局的赛事。第2局是要由阿拉呱呱来先发球。阿拉呱呱在这局是曾敬贤要来先发球。没有接好，来中间。哇，这个球是直接打到了子云的脸上，是一个折射反弹。这来球的速度是很快。对，而且找到了刚好一个缝。对。哇，没有打过网哦。是。不知道是不是刚才他在底下休息的时候好像有一点抽筋还怎么样，是受到一点影响。刚刚看到在第1局他有先下场来做治疗，这个舒缓脚步的抽筋的情况。对。这球看有没有机会救起来。是，还有。哎呦，没注意到。连下3分哦。3分哦，对。后排。哇，这一球在后排的举球上面来讲是发生了一点问题。对。还是安田跳出来。朱天英发球。对。好赛打太长了。对。哎呦，好球！哎呦，左手，比较难处理。对，可多拉的攻击点就很多，对。球救回来，不过好球，来看一下接，对，哎呦，找到的点，这顺势一带哦，感觉也没有多加思考，就是打左边边线这个位置。对，举球员的位置，因为举球员通常他要往里面去移动嘛，所以打那个点的位置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有的举球员会偷跑，对。吊短，这边被救了起来。好球！江嘉瑜刚刚这球也是从右边来做进攻，是2号位的进攻。
中间，好球，手动。还有这球看能不能救回来，救回来了。中间，还有拦到了，哇！科克多拉刚刚这一球，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在进攻的方位上来讲，左中右都是对，可以很灵活的发挥。对啊，阿拉呱呱疲于奔命啊，是，对，所以只能稳定自己的防守，是看看能不能在这稳定的防守当中造成对手的失误得分。快攻，吊球，哎，好，在前排巧玲这边是看到后面的队友没有跟上来，有点吓一跳。对。救起来，安田，啊，他脚，好球。哦，在过去的8分哦，可可多拉是拿到7分哦。是。是打到2位选手的中间，没错，那个中间的拦网太慢靠过来了，对。吊球，哇！后排的选手接应上来，反应没有这个反应过来哦。对，中间，好球，还有哦，哇，救回来喽！后排，哇，过来了，发包球，哎，还有，重新组织啊，吊球，还有好球，还救回来，对。再一颗，哎，好赛啊！可惜了。对，紫云刚刚这球发力太大了，对，手腕没有做动作，所以在第2局，现在阿拉呱呱是4分的落后情况下，要喊暂停了。是。其实，在第2局开局的时候，阿拉呱呱其实还蛮顺哦，是连下3分哦。不过在3比0之后，反倒是可可多拉这边，哇，这个最近的11分里面拿了9分。也要赶快先喊个暂停，先来讨论一下刚刚这个连续失分的原因。对，要赶快缓一下，对，把对方的气势压一下。是。可可多拉，背号2号的你讲了，是安田江里，对，哇，拦到了，拦网，单人拦网，对。打后排，这球救回来之后，来看一下，是安全的把球送到对方的场边。还有安田，哦，裁判先吹哨了，是网了吗？还是什么？
球，来，还有交给安田，这一球在界内落地。是安田甩背甩得非常的，非常好啊。所以说他那球都会一直往下旋，对。 11-6，中间，好拦到了，还有，这球的拦网是没有救起来哦。是，好，快看完了。 打 touch out， 虽然拦网拦到了，但是把球拨出了界外。是。好，在第2局，可可多拉是把比分拉开到了7分的分差喽。对。小球。这也是刚刚提到了可可多拉在今天的发球表现方面，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对。终于只住了10分哦。对。石子云。 touch out。现在轮到安田来发球。 好球，好，攻击，拦网得分。是。这边18号的思琪要跳出来哦。对。打后排，但是发力太大了，是没有包到，他没有包到手掌就飞出去了。左侧的攻击。 哇！再拨一个，中间还有被拦死了。阿拉瓜瓜现在有在追分喽，是，连追了3分回来。哇，难得看到。可可拉多，对不对？可可多拉第一次难得看到那个接发球失误，对。好，在连续被阿拉瓜瓜连拿4分的情况下，现在可可多拉要喊暂停。对，看能不能把那个节奏给他拉一下，对，稍微阻止这个对方连续得分的攻势哦。对。 当然，在阿拉瓜瓜的部分呢，刚刚有提到2位的选手思琪以及这个巧玲，对2位比较高的选手，可能都必须要承担在前排这个不论是拦网或是攻击的压力。对。
直线，哦，对，直打线，左边的这个点。对，打举球员，因为通常举球员的高度是比较没有像中间的高度那么高，是，对，所以我们攻击点都会放在直线的位置。赵景发球，哇，直接拨过来，是。啊，这二波攻势啊，打的科克多拉有点慌乱哦。在前排有点水渍的情况下，这边谨慎一点，喊暂停，先来做一个清洁。对。做回来，中间，哎呦，有人触网，是，对，可可多拉触网，对，9号。后排，啊，打太长了，是，安田打太长。现在反倒是让阿拉瓜瓜在最近的10分哦拿到8分，是，所以让这比分是缩小到只剩下2分的落后了。球接，球进场，球进场。那进贤要来重发这一球喽。哎，小球。哇！这球拦网没有拦下来。是。好球，好球，2号位的攻击，对。科克多拉这边想要在第2局就结束这场比赛，要想办法在第2局的后半段来增加攻击的力道。是。朱天英的发球。哇！非常漂亮的1分。对，直线，转直线的攻击。哎呦！交给左侧，哎呦，单脚飞，对，江嘉瑜是，能跳出来哦，对，哇，破坏了节奏，对。好，处理一下之后，把球顶回给可可多拉。哇！打到了子云的手上。是。19比16。中间，好球！
吊球，这一颗2号位有这个戳球，佳瑜是在第2局的后半段跳出来的、没错，聪明的打法。那场边4分落后的阿拉瓜瓜这边迫使的要喊出第2局的第2次暂停了。是4分的落后，感觉还不算到这个绝境哦，还是有可以把这个分数追回来的机会。是。要尽快的把它这个节奏调整回来。这个在第2局一度是8分落后的阿拉瓜瓜是有把这个比分缩小到只剩下2分的落后，1分的落后，对，差一点就可以追平了。是啊，最后还是在暂停之前被可可多拉这边给又拉开了一点点。对。暂停回来之后，还是要由子云来发球。哇！意识到了，这个拦网是有抓到这个 timing， 但是时间不对。对，弹到界外去。打后排，安田，好球，哇！在左侧的攻击这边算是安田一个非常舒适的点位哦，来做攻击。4号位的一个攻击，对。21-17，小球，吊球，还有，往后排救起来，安田攻击，2号位好球，还有，顶住压力啊！是，要赶快跳出来啊！对。2号位吊球，还有机会，哇，漂亮！这边被田英拨了一下之后，后面就没有选手可以来接应了。是。中间，好球，漂亮！赵景这一球也是打右侧后排的位置哦，到这个空档，没错，自己打出这颗球也相当的振奋。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小斜线，对，小球，机会，一样拦到了，抓到了，还有。哇！这是双方的这个前排的对打得相当的精彩哦。没错，还没结束啊。安田，好球，哎，还有，然后注意呢，拦网。中间，好球，换边打了，对，换边。23-20。
安田的发球是。阿拉呱呱这边不放弃，继续的追分。对。那隔壁场的季军赛现在看起来是要打第3局了，双方昂诺跟洪义相交在前面2局的比赛是1比1。是。啊，发球失误。哦，那这边出现了赛末点喽。是非常伤，这发球失误很伤。哇，回来一颗。没有人。哇，这一球是，我先顶住一次赛末点哦。对。篮网的回击来看一下。哦，还是发力太大，是没有1分差喽。对啊，安田没有包到手掌，这球就飞出去了。篮网再救回来。先把球给对方，总结，还有啊，平手，平手了，24比24。不过在这个时候，科克多拉喊暂停，这个暂停感觉有点晚哦。是，因为在刚刚出现了赛末点的时候，有3个赛末点的机会。啊，科克多拉这边应该就是可以先喊一个暂停哦，来部署，因为有3次的机会。对。但那个时候没有喊暂停，这个时候喊暂停，压力会反而到可可多拉这边来哦。没错，对。因为那时候对方在追分，他发球各方面都不敢加压，是。所以说，按照道理，他球过来的时候，你可以接到位的时候，你要去组织一个很好、最好的攻击。是。对，因为一球嘛，一球看要给谁，而不是说等到追平了再来暂停。哇，可惜了，错过了3个赛末点的机会，现在反倒是24比24的平手。对。阿拉呱呱从原本的24比21有3个赛末点机会，现在追平了。还有，篮网挡下来，攻击，这个 lucky ball， 这实在回击很可惜，这个球是在网袋上面滚了很长一段距离，最后是掉到了这个阿拉呱呱的场内了。对，很可惜，没有滚过去，没有滚过去。那这边可可多拉是第4个赛末点出现的，是朱天英的发球了。总结，用拨的，再度被追平。是。现在对于2队的选手来讲，压力都很大哦。对。左侧的攻击被拦网，再一次换到右边。哎呦，太靠网了。好，看这边呢。这边touch out。对。现在反倒是阿拉呱呱在第2局拿到局点哦。是。
球拦网，没有拦下来。是强力的攻击啊！第5个赛末点，哇，这边可可多拉一直拿不下来哦。也是冠军点了，第5个冠军点。哦，更正一下，双方是平手。对，平手。中间吊球，哎呦，被拦到了。哇，这场冠军赛相当的精彩耶！是。啊，轮到的是巧玲发球，安田，对。哎呦，界外，糟糕！哇，在这个时候是结束第2个局点被阿拉瓜瓜拿下，是这边也压力释放一下哦，在这场冠军赛，就如同我刚刚说的，要打第3局了。两边的这个交战方面，尤其在第2局的末段，真的是相当的精彩了。是。在阿拉瓜瓜这边是顶住了压力，对，化解了4个冠军点哦，把这个战线一路逼到最后的 deuce， 最后是拿到了这个局点的机会，双方1比1的平手。对。那第3局的比赛，双方还是先要来掷硬币来猜球权跟场地哦。要体力战了。不过对于2支的队伍，都是在今天第3场比赛，对他们来讲真的是还算小菜一碟啦。是，没错。不过也看到在刚刚巧玲画面上看到巧玲已经气力放尽哦，尤其在最后1球的防守跟攻击上来讲，应该释放的蛮多压力的。对。看他们第3局能不能打出更好的气势啊！对。在隔壁场季军赛的比赛，双方也是打到第3局哦。对。目前的比分是 Unknown 7比3领先弘毅橡胶。那我们刚刚在前面几场比赛也提到，弘毅橡胶是在今年唯一一支有下课上纪录的球队，是从分组第2名一路打到最后的4强赛跟季军赛。是，这也是边比赛啊，以赛代训啊，边培养默契。那可可多拉在第3局的比赛当中，待会要来看看会不会有除了安田之外的选手再跳出来哦。第2局感觉到他们的比分领先的时候，进攻的节奏有点混乱了。对，可能有一点松懈吧。对。阿拉瓜瓜的冠军保卫战，对，就是两边在第3局的比赛都有机会。对，第3局是要由可可多拉的玉林要来先发球。2号位攻击，对，率先。这球没有办法救喽。是。中间，
哦，拦得好，拦网之外，这球也让赵瑾没有办法来做回应哦。是。专注力要够了，对。2号位有了，2号位对。2-2，是。好球。哎呦，对，发的非常的刁钻呢、好塞，打太长了哦。想要来打一个对角线了。是斜线距离最短的一个距离。中间，哎呦，是王巧玲是。从第2局的后半段就看他顶住对上的攻击气势。安田，还有，对，还有，对。啊，拦到了！哇，同样的，科克多拉这边也是回应一个拦网，对，拦网得分哦。对。要轮到安田李江发球。好球，中间，中间换，哎呦，两个中间互打。6-3，是。哇！接发失误，是再度的出现哦。对。这个接发失误的情况产生之后，阿拉呱呱要喊暂停了。对，调整一下，赶快。刚在第2局的情况，阿拉呱呱在宣曼这边也是有接球失误的情形哦。不过也是透过喊暂停之后，马上就调整回来。对啊，那节奏，那个接发球的一个节奏，赶快要找回来，顺便破坏一下对方的发球节奏。是。对。不过也是要来观察看看科克多拉的得分能不能持续连续哦。在刚刚的上一局一度有8分的领先，一路被这个阿拉呱呱步步进逼哦。对，没错。那导致在第2局最后是输掉了比赛。对，确实蛮可惜的。好，我们继续看精彩的比赛。哦，这球拦网拦到了，结果穿过去，是，对，改变了方向，好，在隔壁场的季军赛也结束了，最后是昂诺2-1打败了弘毅橡胶，所以在今年的第3名跟第4名的成绩也都出炉喽。对，恭喜昂诺。吊球啊，出其不意。
这就没有注意到。是，当举球员前排的时候，这个球只要高过于网子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了。对，好，第3局出现了第8分，所以双方现在要来交换场地。哇！要换场地第的3局自由球员的接发球要稍微注意一下，2颗失误。对，9比4。吊球。左侧的攻击，这边挡了下来。对，哦，换到右侧，这边touch out。touch out。那17号的方志云是要打直线是应该的，因为举球员在前排。好，举球员他们举球员现在还是后排。接发球，啊，这球救回来是力道比较大，所以刚好让可可多拉前排的选手有非常好的这个反击的空间哦。刚好朱天英的一个小吊球。哇，在第3局的比赛，阿拉瓜瓜虽然在第1次暂停结束之后马上就拿分了，不过随后的又马上丢了4分。对。哇，其实对于阿拉瓜瓜在卫冕这冠军的道路上面，已经是有一点坎坷啊。对。但是球是圆的，继续努力一下。对。阿拉瓜瓜现在2次暂停都用掉了。是。看一下这个发球的节奏。对啊。啊，场边现在因为场边的设备有些状况，所以暂停了比赛。因为灯光的问题。是。哦，灯光对于选手来讲真的影响蛮大的。对，没错。重接。好，手一个就有了。看。好球！哇，这球拦网是有碰到，对。穿过去了。4号位的攻击还是很有力气啊。是。对。哇！发球失误。是。这个时候出现发球失误，真的是有点可惜哦。对。球队是在追分的阶段，现在发球失误，马上就送给对方1分。对，士气就很低，会比较低啊。对。哇，没有接好。对啊，现在可可多拉是因为大幅度的领先呐，有一点，对。是可以调整的空间，但是要记住第2局的教训哦。没错没错，还是要注意一下。哇！再度的发球失误，糟糕了。所以这边要出现可可多拉的第5个冠军点哦。对。在第2局是4个冠军点都错失了。是。
第一个冠军点这边就由可可多拉拿下，恭喜！哇，在这场比赛真的是打好打满哦。最后第3局，这是在最后的末段，感觉阿拉呱呱的这个攻势上来讲，就是有点攻势凌乱的情况下，没错，最后是让可可多拉这边带走胜利。对。那这场比赛我们赛后也请邱教练来简单的谈谈两队的一些场上的重点哦。我觉得目前来讲，那个可可多拉来讲啊，他的防守还攻击点都非常的多，而且在那个调配当中，那个默契当中啊，那个在那个安田的各方面的表现，其实各方面呢，其实都表现还蛮优异的。是防守啊、攻击点啊、后排攻击啊，他也可以跳得出来。所以说在各方面啊，然后他们的那个组织。在组织的一个时间差啊，各方面也都可以跳得出来，这个我倒觉得是他们可以赢得冠军的一个优点。对，那这场比赛很可惜，阿拉呱呱在今年想要来挑战卫冕冠军哦，但是在冠军赛当中是遇到了强敌可可多拉。没错。那可可多拉在一路上今天的3场比赛当中，其实表现的都相当好哦。对，尤其在这个外援哦，安田这边真的是表现的可圈可点。没错。那我们也希望在今年参加所有比赛的选手，如果真的对自己排球有兴趣的话，可以往更高的等级来挑战哦。是。还要记得明年这个时候继续回来再报个西亚杯的。都有，他那个我们这个比赛都还蛮多的，在年底也有比赛，对，年底有其他的一些比赛，所以欢迎各位大家踊跃的参加。好，那在今年第5届格西亚杯全国排球锦标赛的男子组跟女子组，随着今天冠军赛结束之后，就要告一段落了。是，非常感谢你的收看。同时在今天非常感谢的是，邱龙斌邱教练讲评以及辛苦的工作团队，祝您健康平安。我们在下场比赛再会喽，拜拜。好，拜拜，谢谢大家。